也是，为了讨好千星仙帝，他堂堂弟子竟然编排出一场戏，女人被他哄得团团转也是正常。罗侯弟子的事儿暂且不提，你先说说文人山的事打听怎么样了？文人山最喜欢研究上古留下来的东西，如今正在一个上古神迹之中，还未回到妖都。哦，不是说婚期将近吗？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外面跑？主子一定不会和文人山派堂成亲，您大可放心，主子定有办法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想和谁拜堂就和谁拜堂。主子对主母一心一意，天地可见，在主子的眼里，别的女人跟母猪没有任何区别。你们主子我自然是信得过的，但龙姨你刚才不是说文人山原本就对七妖弟子有情谊在，说不定明天回来了就去投怀送抱了，我还能管得了文人山的手和脚吗？娘亲，明天我们要去参加文人家族的宴会，到时候就能看见文人山了。他若是缠着爹爹，咱们就杀了他。也好，正好我研制出了仙品毒丹，能杀人于无形。如果他对你爹投怀送抱，我保证他死无全尸，就是先帝来了也查不出是为娘下的毒。娘亲的仙品毒丹这么厉害，不如我们明天把整个文人家族都毒倒，都是妖帝的族人，杀了他们，妖帝也少了助力。你怎么不说把千星仙帝也毒倒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儿子倒是想啊。这几日你们也辛苦了，你们先去休息吧，等皇叔见完千星仙帝我们再过去。是，主母。如果皇叔在这里就更好了。他心意一动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手中顿时多了一块普通的玉佩。玉本身没有什么光泽和亮度，便是丢到大街上也没人会捡的那种，但是当初他一握在手里就感受到了繁复而强大的力量，仿佛里面藏了整个浩瀚无垠的星空和宇宙。只因这是冥王的遗物，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能够感受到这枚玉佩的特别之处。木无双将神石放入了玉简之中，一个如结界般的光幕立刻挡在了他面前，坚韧无比，拦住了他的探查。他感觉以他的境界根本不能撼动其分毫，也许连仙尊境都无法强行将其破开。但光幕扫过他全身之后，结界般的光幕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四周没有墙壁，而是无尽的虚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他本以为冥王留给他的是一部功法或其他什么，万万没想到竟是会这样的一座虚空中行驶的神塔船。那这神塔船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？这个答案也无人能够回答他。这里也有长桌和座椅，不过却只有12个座椅了。桌椅的材质仿佛比下面的更好，给人一种极其玄妙的气息，就好像神器上的契机。这个神塔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有预感，我的修为至少要在仙王境中期才能进入神塔船第3层。皇叔还在赤日宫，位置没有变动过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。我还是先修炼吧。主人，小白泽把楚阳天、雪姬还有楚江王的几个义子的魔婴都偷吃了，所以现在又沉睡了。他也不怕撑着，你们把楚江王魔婴看好，暂时不让小白泽吃。他还吞噬不了仙王境的魔婴，吞了容易爆体而亡。主人，我们记下了，下回有魔婴我们就替小白泽收起来。嘿，玄晶糕，好吃的玄晶糕，今夜半价，仅售1000上品玄灵石一包。半价还有1000上品灵石，坑爹呢！罗侯弟子真是黑心，让小孩子上瘾，然后授以高价，这和地球上近代的鸦片侵入有何区别？西西，我们下去搞点事情。好啊，娘亲。娘，我要吃玄晶糕。爹，快给我买，我现在就要吃玄晶糕。买，给你买。别哭了，快起来，还不嫌丢人吗？造孽呀！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？为什么要把我聪慧可爱的儿子变成现在这样？谁说不是呢？你孩子已经上瘾严重了，再继续给他吃，不出10天，他就会变成痴傻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你这话是何意？难道这玄金膏还会变得痴傻？你们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很空洞无神，不清透，不天真，不像是一个幼童的眼睛。姑娘，我儿子真的会变成痴傻儿吗？再吃下去一定会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我儿子变成痴傻儿。他以前小小的就聪明懂事，就是这害人的玄金膏把我儿子变成了这样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你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吃了玄金膏，上瘾的毒素侵入神经，最终会影响大脑。到时候除非有神药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他们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，姑娘？当然有，不让他们继续吃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了。可是孩子们上了瘾，不吃就闹，把自己身上抓得到处都是血痕，绑住手脚后连舌头都差点咬断了，跟失去了理智的凶兽一样胡乱发疯。其他说明东西都不吃，不给他们吃玄金膏会饿死他们的。放出神经中的毒素，自然就不会上瘾了。不过小孩子的神经是最脆弱的，稍有不慎就会出事。那该怎么办？我娘亲有办法可以救你们的孩子。别急，我会帮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吐了？估计是催吐啊。娘，儿啊，饿吗？还吃不吃玄金膏？不要，我再也不吃玄金膏了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呐。她自己作为2个孩子的娘亲，将心比心，最能体会这些父母的感受。小孩子何其无辜，怎么能做罗后弟子敛财的牺牲品呢？而且罗后弟子这是要毁了这些孩子的将来，他既然遇上了，定是要帮的。姑娘，那天就是你帮了文人言的闺女，对不对？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你。求你救救我家女儿吧，我女儿也和这个男孩差不多的症状了。好，你过来吧。娘亲，我好饿。告诉娘亲，你想吃什么？吃馄饨。好，乖女儿，娘亲带你去吃馄饨。再让他养10天半个月就会全好起来。不过你要注意的是，以后不能再让他碰玄金膏了。那种害人的东西，我一辈子都不会让我女儿再碰一下。不用急，在场的人我都会救，你们排队吧，一个一个来。有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个女人在剧中闹事，无关人等立即散开，否则我青雷宗执法堂办事殃及了池鱼，就不好了。执法弟子在。此女在我青雷宗范围内妖言惑众，聚众闹事，将她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你这老头子白长了几千年岁数，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倒是不错，那你给我说说，我如何妖言惑众了？你这妖女竟敢顶嘴！本长老今日一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你在此处联合几个人一起演了一出戏，抹黑玄金膏，竟然说玄金膏会让人吃了上瘾，不是妖言惑众是什么？抹黑真是可笑。玄金膏吃了令人上瘾，妖毒现在恐怕无人不知吧？你却跟我说我是故意抹黑玄金膏，看来你是眼瞎心盲，耳朵也有问题吧？还是说执法长老你是罗侯弟子的走狗？如果是走狗，那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说我抹黑玄金膏了。狗胆包天，大逆不道！老狗，这就恼羞成怒了，真是不堪一击。来人，此贱婢胡言乱语，公然污蔑本长老，将他拿下，就地处决。仙王镜，贱婢对我青雷宗弟子出此重手，也真是活腻了。你们要杀我，我连还手都还不得了，天底下断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死老狗，我看活腻了的是你才对吧？你说本长老活腻了，可笑！你不过是仙王初期，而本长老比你先进入仙王境几十年，你以为凭你的能力就能将本长老杀死？我能不能杀死你不重要，我的2个手下能杀死你就行了。你这老狗，刚才还说我活腻了，怎么这么快就认怂了？堂堂青雷宗的执法堂长老，就这点胆量和魄力，可笑之极啊！你等着，我青雷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暂时不用管这条老狗。
你们还有谁想给孩子治疗？救我儿子，大不了我们一家以后不住在青雷宗就是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傻子，否则我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。求仙子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排队吧。此女子实在太嚣张，简直就是不把我们青雷宗放在眼里。对方有3个仙王，定是某方大势力之人，绝非普通之辈。我们青雷宗总共才3个仙王，那女人2个手下全是仙王，又怎么会瞧得上我们青雷宗？那该怎么办？难不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救那么多人？到时候罗侯弟子定会怪罪于我们青雷宗，自然是将此事禀告给罗侯弟子，该如何处置他自有想法，我们最多是办事不力，不至于背整个锅。哼，还忘了恭喜七曜弟子，先帝赐婚，马上就要娶文人山小姐。不过不知清酒姑娘知道这件事会作何感想？这就不劳元阳弟子费心了，你还是尽早养好伤势，免得再被先帝说你非但没有长进，还退步了。元阳，你下回可得努力了，这回连先帝都夸我有进步，你本是我们中最强的一个，现在连本弟子都不如了，先帝不失望才怪的。七曜，恭喜你要与我们妖都的第一美人山小姐成亲了，这可是一件喜事一桩啊！走，哥哥带你去喝酒庆祝庆祝。喝酒就不必了，不过此事的确值得庆祝。听说山小姐这次在上古遗迹中得到了2枚可传承的深渊玉简，她放出话来，其中1枚深渊玉简将送给她未来的夫君，本弟子若是与她成亲，另外1枚深渊玉简便是本弟子的人了。今日本弟子要去参加文人家族的宴会，去见山小姐，所以下回本弟子再请元阳弟子和罗侯弟子喝酒吧。那就提前再恭喜七曜弟子一声了，你得看好山小姐，别让她嫁给别的男人。狗胆包天，竟然有人敢拆本弟子的台，活腻歪了！走，本弟子就是追杀到天涯海角，也必将其剥其皮骨，大卸8块。双儿，你又带着儿子闯祸了？皇叔的声音实在太勾人了，七曜弟子声音听起来中气十足，看来是春风得意，要抱得美人归了呀。抱什么美人归啊？天底下只有我的双儿才称得上美人，双儿这是想让为夫抱一抱了。老不休，双儿这是嫌为夫老了。你别油嘴滑舌，快点正面回答，千星贤弟是不是给你赐婚了？罗侯弟子已经找来，你甩掉后头的尾巴，重新易容，我来找你和儿子。谁要你来了？七曜弟子，您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，不知您需要点什么？本弟子随意看看，你退下吧。双儿，你想不像为夫啊？谁想你了？不要脸！双儿乖，别生气了。为夫就算是顶着七曜弟子的身份，也不会娶别的女人，生生世世和你一人拜堂就足够了。可是先帝不是给你和那个文人山赐婚了吗？你肯定都答应了。双儿真是聪明，对为夫了如指掌。为夫还没有说，你就猜到了。先帝昨天的确已经赐婚，不过最后与文人山成亲的人不一定是七曜弟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会有人抢着要成为文人山的男人。双儿放心，为夫从来不会出纰漏。只要他不以七曜弟子的身份娶其他女人就好。皇叔是他的，任何女人都不能染指他。双儿，你转过头来，让为夫好好看看。我易容成这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易容成什么样，都是我的妻。我看过我的妻子，有何不可？以后我们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我给你看个够。现在你还是先告诉我你的处境如何？千星先帝有起疑吗？千年先帝是老狐狸，想要糊弄他自然不容易。但双儿放心，为夫来妖都之前就已经计划周全，昨晚为夫已经应付了过去，他不会再起疑。我的处境现在很安全。双儿，等解决完妖界的事，为夫就陪你去冥界住一段时日，可好？真的？真的。皇叔，你要是说话不算话，我就带着孩子改嫁去。
七曜弟子看其他的吧，这边还有更好的仙器，楼上啊也有上品仙器，很多都精致强大，女子最为喜欢了，保证您送给山小姐会很喜欢。双儿，你要是敢找其他男人，我就把你绑起来，让你除了在我身边哪里都去不了。虽然他很想被皇叔绑起来，你说话算话，就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了。你还是给你的山小姐选礼物吧。七曜弟子，您上来看看，这上面有许多矮人族大仙师锻造的精致仙器，您尽管随便挑，就当小的送给弟子您的大婚礼物了。皇叔，你快去挑啊，白送的，不要白不要呢。掌柜的，本弟子要做什么，需要你来安排。本小姐路过，好像有听到有人在叫本小姐的名讳，但没想到七曜哥哥也在此处。山小姐，这就是文人山。你这刁民，看见山小姐还不行礼？珍珠不得在弟子面前无礼，听到没有？山小姐饶你一次，下回你再见到山小姐还不行礼，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。识相的赶紧滚开！七曜弟子和山小姐身边，是你这种人能随便站的吗？文人山，你的侍女越来越骄纵了，主子已经发了话，她还敢在这里吵吵嚷嚷，聒噪。是本小姐太惯着底下的人了。珍珠，你下次再在七曜哥哥面前这般聒噪，本小姐就让人拔掉你的舌头。珍珠再也不敢了，小姐弟子别怪罪。七曜哥哥，刚才我听掌柜的说你想送给我礼物。七曜哥哥，其实只要是你送给珊儿的东西，珊儿都喜欢。还不快去给你山妹妹买礼物去。双儿，我这是第一次见她，说实话，她长什么样我都没有印象。我要买礼物，也只会给你和儿子女儿买。这还差不多。文人小姐可能误会了，本弟子过来不买什么礼物，只是随意看看罢了。原来是本小姐误会了，让七曜哥哥见笑了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告诉七曜哥哥一个喜讯，我这次从上古遗迹中得到了2枚深渊玉简，我已经将其交给了我大伯保管。当我大婚之日，大伯就会将深渊玉简分别给我和我的夫君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另外1枚深渊玉简就是七曜哥哥你的。深渊玉简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七曜哥哥，今天文人家族会举办一场宴会，你可一定要到场哦。皇叔，答应他，我手里有请柬，今天去参加这场宴会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啊。那珊儿就先走一步了，七曜哥哥，待会儿见。小树头，走了。弟子，我们还没有找到昨天闹事那个女人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找不到，她到底救了多少人？至少上千个孩子。一定要找出这个女人，将她大卸八块，方解本弟子心头之恨。弟子，属下发现七曜弟子对文人山小姐的事情一点都不热衷，刚才在仙器行还公然落了山小姐的面子，让山小姐脸色十分难看。此事当真，他七曜竟然还看不上山小姐，千真万确，属下亲眼所见。那深渊玉简的事情，你探查出来没有？到底是真是假？属下亲耳听见山小姐说，她在上古遗迹之中得到了2块深渊玉头，并已经将其拿给妖帝保管，说是等她大婚之日，妖帝会将这2块玉头分别给她和她的夫君。这么说来，山小姐真的有2块深渊玉简，好逆天的运气。妖帝有没有说何时给七曜和山小姐准备婚事？妖帝已经交代下去，让文人家族准备了，1个月之后就是大婚之时。1个月？今日文人家族有个宴会，山小姐邀请了七曜弟子参加，您要不要也去凑凑热闹？那是自然。你们给我继续找那个女人的下落，找到直接当众将她杀死，手段越残忍越好，最好找到她的家人全部诛灭。胆敢在本弟子的头上拔毛，就算被株连九族的觉悟。弟子放心，就算把整个妖都翻个遍，我们也要将此女找到。你派人给我打听打听，清九姑娘是什么人，和七曜弟子是何关系？皇叔，深渊玉简是什么东西啊？深渊玉简
可以说是一把代表身份的钥匙。打开什么钥匙？为什么能象征身份？可恶的皇叔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什么？要在床上等着吗？美男计是行不通的，皇叔你就是剥光了躺着也没用，快点告诉我，不许卖关子。双儿，为夫倒想试试能不能行得通。是你妹啊！难道皇叔真想试试美男计剥光了的那种？光是想想这个画面就想流鼻血，都老夫老妻了，不带这样撩人的。元阳弟子到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见到元阳弟子。让本弟子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灵颜公主交代了，过一会儿罗侯弟子会来，这个位置是留给罗侯弟子的。娘，我都替他尴尬。本弟子想坐哪儿，还轮不到你智慧。元阳弟子若是喜欢这个位置，那便坐这个位置吧。下回我们定会多加注意。有时候也不能只看表面，不能因为他的出丑就小看他，不把他放在眼底，说不定只是障眼法。七耀，你最近风光得很啊！既然你要和山小姐成亲了，你前些天得到的那个美人，不如让给我玩玩吧。你看来清酒在七耀心里分量不低呀，难怪听手下说，刚才仙气行七耀公然落了文人山的面子，想必他本是要给清酒姑娘买仙气，而不是给他文人山。七耀动什么怒啊？本弟子也是为你着想。你和山小姐的婚事是先帝亲口赐下，这还没成亲呢，就有一个女人与山小姐分享宠爱，先帝肯定无法容忍。到时候，所以你不如把清酒姑娘送给本弟子，本弟子保证让她吃香喝辣，不受一点委屈，比跟着你好多了。岳阳，你这么说，考虑过凌婉公主的想法了吗？你和凌婉公主的婚约也是先帝赐下，本弟子不能有别的女人，你就能有吗？本弟子如今根基受损，离仙尊还差108000里，就算本弟子想娶凌婉公主，先帝也不会同意。本弟子自暴自弃又如何呢？本公主不允许你自暴自弃，元阳，你太让本公主失望了。上公主见笑，既然公主失望，还是早些禀于先帝吧。元阳弟子果然不简单，好一个以退为进。你是本公主的未婚夫，本公主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自甘堕落？你告诉本公主，你究竟想不想娶本公主？试问整个妖界，会有谁不想娶先帝的女儿呢？尤其是大公主，美名远播，号称妖界第一美人。我还未成弟子之时，曾远远见过大公主一面，为此神魂颠倒，不可自拔。可是我无用，没办法成为仙尊，也无法风风光光迎娶大公主了。不过是一时挫折罢了，何至于让你这般自暴自弃？本公主给你10年的时间，你若是10年之内无法成为仙尊，本公主再与你解除婚约。看到没有，元阳弟子的心机才是真的深沉，连年纪比他大的文人凌婉都被他三言两语所蒙骗了。娘亲猜的果然没错，他一开始的易怒暴躁都是为了给后面做铺垫的，让这个妖界长公主相信他是因为他的原因而变了心性，现在又突然欣喜，让长公主认为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。没错，我儿就是聪明，对于这种人可得防着点，说不定将来你也会遇到这样心机重的人。儿子记下了。双儿，你惹事的苦主来了。来了就来了，反正有人给我兜着。还忘了恭喜七曜弟子了，七曜弟子笑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春风如意啊！就是不知道等会儿山桃妹来了，七曜弟子还笑不笑得出来？七曜不知二公主何意？你就装傻吧，待会儿你就装不出来了。林烟，过来坐吧，我给你精心准备了柔软的仙兽坐垫，还特意令人给你重新沏了一壶你最爱的神域雪茶。我的零嘴准备好了吗？那是当然，你最爱吃的朱雀果还是我亲自给你摘来的。朱雀果？是啊，这是赫连家族的朱雀果，好像姐姐也很喜欢吃朱雀果吧？只是可惜了，罗侯只摘了2颗回来，还不够妹妹塞牙缝的，否则妹妹定给姐姐分1颗了。姐姐别气，妹妹分你1颗就是了，再生气脸可就老得快了。大公主，元阳早些便听说您爱吃朱雀果，每年便去赫连家族求一枚，但一直没有勇气送给您。今日恰逢机会，这朱雀果您收下吧。果然还是这么美味。元阳，你有心了，本公主会好好享用你送给本公主的朱雀果。能得公主喜欢，就是让我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娘亲，朱雀果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妹妹要是见到了肯定很想吃。什么好吃的你都会想到你妹妹？
妹妹本来就应该得到这世间最好的东西。好，咱们都宠着你妹妹，等下回有机会去灵界，咱们给你妹妹摘朱雀果吃。月阳，咱们3个弟子的座位从来都是按照实力来划分的，你坐错地方了吧？罗侯，不过是个位置吧，值得你堂堂弟子这般大呼小叫？还是说你觉得本公主的未婚夫配不上那个座位？大公主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如果按照您说的做，那元阳应该坐七曜的位置，我是2公主的未婚夫，应该坐第2，那七曜得坐最末的位置才对吧？对啊，姐姐，不如你让七曜弟子让让位，让你家的元阳弟子坐。不过是个位置而已，你们谁想坐尽管坐，2个弟子为了一个座位争起来，也不怕人笑话。珊儿见过2位姐姐。珊儿，你排场可真大，连我们都比不上你呢。姐姐啊，你可别生气，这是家族另外给我拨来的几个侍女，毕竟我要大婚了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。我想2个姐姐啊，离成婚还早得很，还不知成婚的琐事有多少呢。回云山，你少得意。姐姐啊，你看你又误会了吧？我这又不是得意，只是在为姐姐们担忧罢了。2个弟子也不争气些，早点把姐姐们娶回去，免得受相思之苦嘛。我未婚夫是仙尊，他做客人首位，乃是理所应当之事。2位姐姐还是别争了，别徒生了笑话。一个位置而已，的确没什么好争的，我就这里就行。不过珊小姐，你对七曜这么贴心，可是七曜似乎不太领情呢。我听说今早在仙气行，七曜居然公然让你没面子，您难道就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侯，终于要到重点了。罗侯弟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罗侯，你想说什么？我自然是要告诉珊小姐一些事实，免得珊小姐受了蒙骗，婚后过得不幸福。哎，小姐幸不幸福，那就与你罗侯无关了。怎么无关啊？你可是本公主的堂妹，我们当然是希望你过得好。七曜弟子心有所属，我们又怎么能瞒着你呢？本小姐不信七曜是这种人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胡言乱语。什么血口喷人？我们说的是事实。七曜在仙气行是去给他相好买礼物的，结果你跑了过去，以为他是给你挑选礼物的，你还问他索要礼物，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是你误会了，他只是随便逛逛而已。当时看到这一幕的人可不少，你说还说是我们胡言乱语，我们找个人对质就是了。珊儿妹妹，我还知道你家的七曜弟子喜欢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她叫清九。元阳弟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元阳，你也知道此事。七曜哥哥，元阳弟子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？这还用说吗？元阳弟子骗你做什么？我们现在给你揭露出来，是让你看清七曜弟子的心思，免得以后成一堆怨偶，不幸福。我这做姐姐的是会心疼的。心疼？你就差点放鞭炮让全妖族的人都知道了。我问的是七曜哥哥，没有问你。七曜哥哥，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有了心仪之人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如果不是，那就是罗后弟子他们污蔑于你。本小姐自要去大伯那里讨要公道。如果是，那你就立即与那个什么清九姑娘断绝关系，否则这婚不成也罢。就是啊，趁你们还没成亲，这事儿可好好理一理。七曜若是实在舍不得那女人，大不了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去和本公主父亲说一说。父亲他不是不明理的人，说不定还会为你和那女人赐婚呢。珊儿也能再找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亲，这未尝是件坏事。娘亲，你觉得爹爹会承认吗？西西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爹爹不会承认，他现在的身份是七曜弟子，如果承认了，这个珊小姐肯定不仅会很生气，还会找先帝告状，到时候先帝会找爹爹麻烦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爹爹肯定会承认。为什么？直觉。七曜弟子啊，你别沉默呀，大男人敢做敢当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本弟子的确有心仪之人，与他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是本弟子最爱的女人。七曜弟子真是深情，令本公主不禁动容。珊儿，七曜弟子既然与那女人情投意合，你还是不要做第三者，插足他们的感情了。此事姐姐会告诉父亲，让他另外给你择家婿。我才是七曜哥哥名义上的未婚妻，该退出的是那个狐狸精才对。既然七曜弟子他明知有未婚妻，还与其他女子有了首尾，那就是七曜弟子的错了。
本公主这就替妹妹你禀告父亲去，让他给你做主，他最疼爱你了，想必一定会取消你们的婚约，这样妹妹也不算受委屈了。本小姐无需你们狗男耗子多管闲事，这是本小姐与七耀哥哥之间的事，用不着你们插手。我们好心帮你，你说我们多管闲事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且听珊儿妹妹的意思，是要原谅七耀了。珊儿妹妹可真是大度啊，你现在就这般纵容她，以后岂不是让别的女人骑到你头上去了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们，你们怎么吵起来了？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你们还不得吵得整个妖都都听见了？公主们莫怪，珊儿她这是在气头上，才会和你二位顶嘴，你们别放在心上。珊儿，快跟你两位姐姐道歉。两位姐姐对我这般挑衅，我连还嘴都还不得了。今天就是大伯在这里，也会向着我。我们可不敢让他道歉。神母，你别说这种话了，回头父亲还得惩罚我们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啊？妖都谁不知道，珊儿妹妹才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。有人还说珊儿妹妹是父亲的私生女呢。二公主别开这种玩笑，珊小姐是老爷和夫人亲生的，先帝看珊小姐聪明可爱，才带到赤日宫养大。不过珊小姐能有这般出息，可不是因为先帝把珊小姐当亲生女儿一般养的吗？对对，先帝疼珊儿，把珊儿当成亲生女儿一般对待的。神母，珊儿妹妹是你亲生女儿，她的婚事你有权决定。我们认为七耀弟子不是良配，正劝她解除婚约呢。你还是开解珊儿妹妹，让她想开点吧。珊儿，既然七耀弟子已经有了心仪之人，咱们不如让先帝重新给你找个更好的男人吧。你闭嘴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真不孝，对亲生母亲都这般无礼，你的品性堪忧啊。是先帝之意。七耀弟子与文人山天作良缘，本帝承佳人之美，令其择良辰完婚。多谢大伯。七耀哥哥，这是先帝下的旨意，你不可抗旨吧？不敢，七耀接旨。娘亲，爹爹还要娶那个文人山。你爹肯定另有主意，放心吧，这婚事肯定不能成的。母亲是见不得我好吗？乔珊小姐说的，这是大喜事一件，夫人肯定在思考要给您准备什么嫁妆才配得上您的婚礼呢。夫人，您就别苦着一张脸了，惹得珊小姐生气，又与您生分了。七瑶弟子就算有心仪之人又如何，死了不就没了吗？感情是可以今后再培养的，将来等七瑶弟子成了先帝，这小姐就是第二个先后了。是这样吗？当然，娘也想你出嫁的时候风风光光的。先帝都说你与七耀弟子是天作良缘，说明你与七耀弟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娘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听闻珊小姐得了2枚深渊玉简，还真是要恭喜珊小姐啊！什么？简直不可思议啊！深渊玉简极为难得，几千年都不会有1枚深渊玉简出现，珊小姐居然有2枚。珊儿妹妹，你真的有2枚深渊玉简？那是自然。本小姐这次在上古遗迹之中运气极好，这2枚深渊玉简就像是一直在等着本小姐一般。本小姐才进入遗迹之中，他们就突然飞到了本小姐的手上，甩都甩不掉呢。放屁，还甩都甩不掉，给我们开开眼呗。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本小姐自然是交由大伯给本小姐保管了呀，免得有人打我玉简的主意，把我害了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哼，你堂堂先帝的侄女，谁会害你？有深渊玉简就能进入传说中的深渊塔船，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能碰到永生界的大人物投影而来，指点几句，也许就能悟出永生之道，获得永生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二姐姐，你认为我会放到自己身上吗？弱弱的问一句，什么是深渊塔船？皇叔不告诉他，他自己问还不行吗？文人家族现在真是一届不如一届，现在连阿猫阿狗都能随便混进，待会儿一定要让文人灵颜丢脸。这人是谁？本夫人怎么没见过？夫人，这是我朋友，是我给他请帖，让他进来长长见识的。我这就令人把他们带出去，你快给珊小姐道个歉，以后切莫胡乱插话了。无碍，不知道深渊玉简的人多了去了。
这位大姐不知道也是正常。大姐，大你妹的姐！老子骨龄才20多岁，你骨龄都快上千了，还好意思喊老娘大姐？你也瞎吗？愿闻其详。深渊塔传你没听过也正常，因为只有大家族或者修为顶尖的修士才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层面。你嘛，才这点修为，自然是接触不到这种层次的。文人山自己也才大陆金仙修为，骄傲什么呀？他仙王境骄傲了吗？现在的人一点都不知道低调。你是武红江的孙女儿吧？你来给他解释解释深渊塔传的来历吧。这深渊塔传据说是上古时期从有生界流落到仙界的一件至尊法器，它游荡在深渊虚空之中，有人说那是永生界和仙界的交汇处，也有人说那是宇宙的发源地，但谁也不能确定那是什么地方，只知道即便是仙帝这般强大的存在，在深渊塔传之外的虚空之中都难以停留半个时辰以上的时间。这个五姑娘说的好像和她进入的神塔传有些相像。传说深渊塔传是永生界大人物的法宝，上面残留了大人物的气息，大人物若是心情不错，还会投影到深渊塔传里指点几句。据说当年九幽仙帝就是因为进入深渊塔传之后得到大人物指点，才晋升到仙帝的。九幽仙帝那不就是皇叔在仙界的父亲吗？糟糕，露馅了，穿帮了，皇叔一定察觉到了。他那么聪明，肯定在他看过去的时候就能猜到他已经知道，早知道就不看过去了。双儿，认真听。深渊玉简就是开启深渊塔传的钥匙，据说一共有58块深渊玉简，于上古时期便散落在仙界各处。深渊玉简只要成功认主，将自己的神识印记烙印在上面，第一次进入深渊塔传的人就能获得一个机缘。大夏皇朝的皇太子夏文弟子第一次进入深渊塔传的时候，获得的就是上古蛮神的精血。传闻他本就是蛮神转世，但也要多亏这一滴蛮神精血，才有他如今的赫赫威名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早在10几万年前，深渊神塔就已经被人认主了。深渊神塔认主之后，那些机缘就由深渊神塔的主人来控制。虽然机缘是随机的，但是其主人可以控制给机缘还是不给机缘。那主人不给机缘，岂不是白进来了？不过呢，深渊塔传的主人早就消失了几百年了，估计早就死了。现在每一个新进入深渊塔传的人都能获得机缘，而本小姐今后也是要获得大机缘的。你听懂了吗？耳聋了不成？本小姐问你话呢。山小姐问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快说话，怎么像个哑巴？快给山小姐道歉。本还以为林氏是个好的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我刚才走神了。五小姐和山小姐的话让我十分感触，没想到深渊塔传居然是来自永生界。不过永生界本就是传说，似乎没有人真正到过永生界，想悟永生之道，恐怕寄希望于一艘船，还是太天真了。可笑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深渊神塔有多强大。我当然不知道，在今天之前我连深渊神塔的名字都没有听过。果然是土包子，跟你说话都是侮辱本小姐的身份。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呗。你来人！七耀哥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去？这么无趣的宴会，你要本弟子做到什么事去？怎么无趣了？有趣的还没开始呢。泼妇骂街还不无趣？没想到七耀弟子挺有见地的，一眼就看出了山儿妹妹隐藏的性质。本公主就说山儿妹妹与七耀两人不合适。山儿妹妹，七耀这张嘴啊也太毒了，他要是把你放在心上，是万万不会这般对你说话的。所以趁着还未成亲，你还是去找你大伯收回旨意，给你另谋家室吧。那就不用二姐姐费心了，七耀哥哥说的不是本小姐，说的是林氏。对，七耀弟子说的是我，大家别吵了，我闭上嘴不说话了。哼，真是养了一条好狗。今日来参加宴会的，你们可有口福了。我大伯去大夏皇朝时，给本小姐特意移栽回来了几10棵龙须果的仙树。今日是本小姐与七耀哥哥定下确切日期成婚的日子，所以赏赐你们一人1枚龙须果。龙须果，6品仙果。龙须果大家都能吃，不过本小姐不欢迎土包子吃。想必土包子连龙须果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吃了也是浪费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娘亲，湖边上栽种的应该就是龙须果，我要给它点颜色看看。好，你放手去做吧。儿子，
龙须果树娇贵，有个致命的缺点，根部缺水便会吸收果实的养分。谢谢爹爹。把结界打开吧。龙须果是大夏皇室之人才能吃到的鲜果。大伯知道我喜欢吃各种鲜果，所以这次特意去大夏皇朝要了几10棵龙须果的鲜果树来。今日本小姐慷慨一次，赏你们龙须果吃，保证你们吃了之后乐不思蜀。笑死本公主了！珊儿妹妹，你让我们吃树叶吗？干得漂亮！不可能，怎么回事？龙须果怎么全掉在了地上？小姐，定是有人恶意破坏了龙须果。谁敢破坏呀？是你们伺候不周吧？珊儿啊，这些侍女办错了事，早些处罚得了，省得下回还出错，又丢你的脸。小姐饶命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山小姐，是地底下的仙果吃了龙须果的根部，所以这些龙须果才变得干瘪枯了。没想到元阳弟子也对深渊玉简感兴趣，居然是让仙兽吃了！可恶的仙兽！来人，掘地3尺，也给我把这些仙兽找出来，全都给我剥皮晾在树上，敢吃本小姐的东西！七号弟子说的没错，你这宴会太无趣了。珊儿妹妹，龙须果也没让我们吃的，这宴会纯粹就是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。不说了，本公主可不想在这里自降身份。罗侯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来啊，老娘男人在这，不怕你。你好大的狗胆！本弟子今天一定要将你剥皮拆骨！罗侯，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个女人，胆敢去本弟子的点心斋闹事，害本弟子损失巨大，还在本弟子的眼皮底下妄想瞒天过海，愚不可及。你之前说有人闹事，就是这个土包子。没错，公主，就是他。那你还愣着做什么？把他杀了，尸体挂在青雷宗那条街上。慢着，你们说我闹事，可有证据？青雷宗众多人看到你昨晚一整夜都在闹事，每个人都是人证，你休想狡辩。我闹什么了？我一晚上都在帮人救人，哪来的闹事呢？本公主要杀你，想杀就杀，不需要什么证据。哦，原来妖界公主就能草菅人命，想杀谁就杀谁啊！难怪你和罗侯弟子联合起来，以玄晶膏为引，祸害妖族幼儿。妖界起码有10万孩童吃了你们卖的玄晶膏吧？也不知道先帝知道了作何感想。好一个大言不惭的土包子！你在本小姐的宴会上无礼，本小姐还未处置你，现在又对妖界公主无礼，实在该死！杀了她，不要让她的存在侮辱我们的眼睛。真希望你们以后的孩子也吃了玄晶膏上瘾，吃不下别的东西，最后慢慢变成吃傻儿。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叫什么吗？这叫吃人血馒头。大胆，竟敢这样对公主小姐说话，我看你是死有余辜。娘亲，那个姨姨是好人，她救了我。住嘴！林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这个女人是你给的请帖。我与她不熟，只是昨天见过一次而已。她当时给我女儿放了血，说是可以去掉玄晶膏的瘾。我见女儿的确好了，便感谢了她。但是她挟恩图报，问我要今日宴会的请帖，我只好给了她一张。你昨天求着我，让我给你女儿去瘾，这么快就变了一副嘴脸，说我挟恩图报，真是人心难料啊！你别胡说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是你故意与我偶遇，打我请帖的主意。儿子，看到了没有？人心隔肚皮，你永远不会想到，昨天还把你当恩人的人，今天为了撇清关系会这样抹黑你，想你死。娘亲，儿子铭记于心，不要和他废话，现在就让他血溅当场。不好了，大公主，出事了！站住！谁让你过来的？大公主，奴才还不过来，小公子就要出事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小公子前些天吃了玄晶膏，后来一直嚷嚷着还要吃，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但是今天一早，小公子突然抽搐了几下，然后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。姐姐，这是谁家的小孩？怎么姐姐这般着急啊？这是我收养的义子，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。二妹，
你和罗侯弄出来的玄金膏，把我义子害成了傻子，你们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。姐姐，我又不知道这是你的义子。再说了，玄金膏这东西越买越卖，又没有强逼着谁买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大姐姐，这个小男孩眉眼和你5成相似，这估计不是你的义子，是你偷偷和男宠生出来的私生子吧？这个孩子是本公主在外面捡回来的婴儿，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养的，感情自是不一般。文人山，你休要再抹黑本公主！文人山，你休要再抹黑本公主！我也只是猜测罢了，大姐姐用不着这么激动啊。而且啊，这个孩子不仅像大姐姐你，还像一个人呢。珊儿妹妹，你这样说，倒让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孩子的确还像一个人。二姐姐，你也觉得像一个人吧？肯定不是元阳弟子，而这个人，二姐姐你是见过的。我只见过画像，相信二姐姐比我更清楚像谁。闭嘴！你们在这里瞎说什么？本公主说了，这只是本公主的义子。我说说而已。大姐姐你也太激动了，你说是义子就义子呗。但是珊儿，我也只是说这孩子像另一个人，也是好奇罢了。说不定我说出来了，大姐姐还能给孩子找到亲生父母呢。你们年纪大些的自己来看看，这孩子是不是有一半像梵天弟子啊？梵天弟子是长公主以前的未婚夫，后来死在灵天弟子的手里。灵天弟子不就是皇叔吗？所以说长公主的杀夫仇人就在长公主的对面。可是梵天弟子都死了多少年了，文人灵婉的儿子怎么会长得像梵天弟子呢？他有个男宠，长得和梵天弟子有9成相似。他坚定地认为这个男宠是梵天弟子的转世，前2年瞒着所有人给他生了个儿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皇叔，他儿子吃了玄金膏有不短的时间了，应该不是你做的吧？元阳弟子离开妖都是所为。待会儿文人灵婉肯定会求我给他儿子治病。皇叔，我是治呢还是不治呢？双儿觉得呢？大姐姐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珊儿害怕呢。你别生气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就是大伯来了，也会说这孩子像你和梵天弟子啊。不过你也说了，这是你捡回来的义子，所以应该都是巧合罢了。就是不知道元阳弟子会怎么想。元阳，这不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捡回来的干儿子。元阳相信长公主。你过来，给我干儿子看看。这位大娘，是你在求人，不是我们求你。你这般颐指气使，我娘亲是不会理你，请你态度放端正一点。臭小子，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再说一句，小心你的舌头。长公主，你养的狗记得拴好。还有，我儿子的话没错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。你如果不想你干儿子永远变成痴呆，大可再无礼些。大胆！我姐姐可是妖界长公主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看你根本就不能治好姐姐的干儿子，故意想要羞辱我姐姐。姐姐，我为了你好，你还打我？就是你和罗侯弄出来的害人玄金膏，把我干儿子害成这样。你现在还故意阻拦别人给我干儿子治病，你是何居心？狗咬狗什么的最有意思了。我一片好心，你却当成驴肝肺，枉我把你当成最亲的姐姐。本公主已经杀死了这条狗，姑娘，你过来救救我的干儿子。我只是叫你拴好自己的狗，没叫你杀人。不过我说了，你得有求人的态度。你看看你，像是求人的模样吗？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可没说什么啊。你不想救你干儿子就罢了，我还不想沾手呢。这位姑娘，还请你救救我的干儿子。你也有儿子，一定知道孩子长大不容易。这个孩子就像是我亲生儿子一样，很乖巧听话。他如果变成了痴傻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。皇叔，那个男宠死了吗？双儿真是聪明啊，这都让你猜到了。怎么死的？先帝令人悄无声息地弄死了，连尸体都没有给长公主看到。我可以治你干儿子，不过长公主也看到了，我的性命堪忧。只要你能治好本公主的干儿子，本公主会派人保护你们母子2人。口说无凭，我也不让你发什么毒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儿子去除9成瘾，还有1成，等我离开妖都之时再给你干儿子治。不行，万一本公主的干儿子出了什么其他问题怎么办？不能留下1成。那我就不治了，你另寻高人吧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
你干儿子现在的情况，至多还能拖半个时辰。本公主答应你。你还有你，都过来，帮我按住小公子的手脚和身体。放肆！怎么，给本公主的干儿子按一下都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本公主作为长姐，还叫不动你们了。按紧点儿，别让他挣扎。我去你大爷！贱婢，你故意的？没有啊，你干儿子挣扎你也看到了，本来就应该有人按压着，我怎么就是故意的了？还有长公主，对你干儿子的救命恩人客气点。贱婢说谁呢？贱婢说你，可恶的贱婢，你该死！原来山小姐喜欢说自己是贱婢，那下次就叫山小姐贱婢好了。娘亲，我怎么在这里呀？太好了，儿子，你终于没事了。浩儿，你想不想吃东西？娘亲，不饿，不想吃东西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不想吃东西？肯定是他的治疗有问题。大姐，杀了他！就是杀了这个贱婢。杀了我，这世上就没人能救长公主的干儿子了。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长公主，你是得了健忘症吗？我之前就告诉你了吧，我只会去除掉你干儿子身体内90%的瘾，还有1成，等我离开妖都的时候，自会帮他去除。你说清楚，我干儿子会有什么问题存在？就是吃什么东西都食欲不振罢了。不过呢，你放心，缺德的事我不干，你干儿子一样可以进食，不会把他饿死的。那他再想吃玄晶膏，还上瘾怎么办？那你不如问问林氏的女儿，她对玄晶膏还上不上瘾啊？林氏，你说呀！我不吃玄晶膏了，闻到玄晶膏就想吐。这世上最恶心的就是玄晶膏了，苍蝇都不会吃这么难吃的东西。小孩子的话，当不得真，当不得真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女儿现在还对玄晶膏上瘾？没有，我不吃玄晶膏。本公主必须亲自试验一下，才放心。这是什么？你妹妹和罗后弟子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了。娘亲，浩儿不要吃玄晶膏了。这就是玄晶膏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的东西，弄出这种东西，残害妖界幼童，真是该死！本公主一定会禀告父亲，这件事你们休想善良。哎，打住！你们可以待会儿再骂。长公主，你干儿子对玄晶膏不上瘾，你也看到了，但还留下了1成瘾在身体里。他因为食欲不振，不吃玄晶膏，但这1成不除，会慢慢再重新扩散到天地血液里，以后他还会对玄晶膏上瘾。你威胁本公主？威胁谈不上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别忘了，我的安排由你来保障。我看你妹妹和你未来妹夫都想杀我，你可得看住他们了，免得你干儿子最后又变成吃傻儿了。这个贱婢！啊，二姐姐，你变老了，好丑啊 ！Bingo。我的手镯是矮人族族老级别的人物亲自锻造的驻颜法宝，花了100年才打造出来，能佩戴几千年，怎么会突然就断了？我才用了几10年。本公主要杀了你！公主，您不能杀山小姐，先帝知道一定会责罚您的。责罚就责罚，本公主就是要她的命，你给本公主让开，否则本公主连你一起杀。不行啊，公主，我不能让你做这种让你后悔莫及的事情。山小姐，您快走吧。二姐姐有本事就来杀呀，都活了几千年了，本事还不如妹妹我呢。不过呢，二姐姐，你不就是露了真容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要懂得有自知之明。你脸就长那样，又不是谁给你毁容了，你连你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，还指望别人不嘲笑你？你不懂得保养容颜，要不要妹妹教教你啊？本小姐这张脸可没有用什么障眼法，姐姐若是想学，妹妹一定会倾囊相授哦。该死的贱蹄子，本公主总有一天会剁了你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若是有一句传到外面去，本公主必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看什么看？还不滚出去！全部想死吗？大公主，你我之间的事可别忘了。本公主自然不会爽约。那就好，大公主可要记得清楚了，你儿子吃不吃傻，由我来掌控。本公主会派人保护你，直到你离开，保证你们母子2人不会少1根毫毛。大公主果然上道，那我就不久留了，
我就住在妖都最大的酒楼，你们要想找本神医，随时奉陪。站住！想留住本神医，文人山大小姐，不如问问大公主的意见吧。你敢打我？本公主不能杀死，还打你不得。本公主今天就是要撕烂你的嘴。唉，瞧瞧庆星那老家伙，养的一群什么东西？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老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娘亲，你就不怕长公主出尔反尔，不医治她的干儿子了吗？那不是长公主的干儿子，是亲儿子。你爹查过了，那个男孩是长公主的亲儿子，而且是和男宠生的。先帝竟然知道，那他为什么不杀死这个孩子呢？这娘亲就不知道了，这可能关系到一些隐秘的事儿吧。只不过长公主为了她儿子是不会出尔反尔的，她对以前那个未婚夫用情很深，长得像她前未婚夫的男宠已经死了，这孩子是她唯一念想，她不会让她儿子变成痴傻儿的。所以啊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两个现在就是在妖界横着走也不怕了。既然长公主想杀娘亲，那咱们就打着她的旗号去做坏事，她肯定是敢怒不敢言，坑死她。很好，我们母子俩达成了共识。达成什么共识？这还没出文人家族呢，别露馅了。儿子开心吗？爹爹，你今天非常酷。你也很酷，但和你爹比起来还差了一点。双儿，晚上为父来找你。我以为皇叔你要让我独守空房呢，我洗白白了等你哦。娘亲，哥哥，你们给小柔啊带好吃的东西了吗？你呀，跟你哥哥小时候一样，就喜欢吃。哥哥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这是烧鲜鸽，外皮香脆，肉很嫩；这是八宝团子，用了8种鲜果磨成粉做成的，香甜有嚼劲儿；这是罗汉雷虾，妖都第一饭庄的招牌菜。柔儿，吃吧，不许撑着了，这些可都是你哥哥给你跑遍了整个妖都去给你买回来的。不要辜负哥哥一片心意哦。小柔儿知道哥哥最好了。凤凰姐姐，小猪、小雀叔叔，你们要不要和小柔儿一起吃啊？说了请喊我哥哥，小主人怎么不长记性呢？姐姐。哎，好吧，随便你怎么叫吧，我不吃这些食物的，小主人你自己慢慢享用吧。娘亲哥哥，你们也一起吃吧。不了，让你哥哥陪你吃吧。娘亲有话要同你小猪、小雀叔叔说。妹妹，哥哥陪你吃，吃完后哥哥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漂亮的衣裳、鞋子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首饰，哥哥替你买的全都是最新最潮的。什么是新潮？这是娘亲说过的话，就是最受欢迎的新品。主人，你要问我们什么事吗？这个永生玉玺上回还是黑色的，现在上面多了一丝丝金色脉络，你们看。还真是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这好像是功德之力。好像的确是功德之力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本书上讲过。什么书？就是垫桌脚的那本。什么？你把这种书垫桌脚？当初空间还没升级前，桌子椅子都是坏的，我当初随意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，翻了几眼就垫桌脚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功德之力啊！你快拿过来给主人看吧。这本书怎么没有书名？里面的字是手写的，字迹很潦草，鬼画符一样，但关键是上面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。主人，这是仙界蛮族的文字，您看不懂很正常。那你们给我说说，这本书写了什么？这应该是一个仙尊境强者的手札，前面一部分的记录都是他发生的奇遇，这里就提到了功德之力，他没有得到功德之力，也没有见过功德之力。上面写道，他在一个太古时期的遗迹当中发现了一堵墙，墙上画满了壁画，画面上画着上古时期的仙人们对一个高大的人虔诚的跪着，而那个人手里就捧着一块普通的玉玺，无数的丝线聚集在玉玺之上，这面壁画上刻了功德之力4个太古文字。那玉玺莫不就是永生玉玺，而那丝线是功德之力吗？壁画分为3个部分，刚才的描述是第一个部分，
第2幅壁画的内容是拖着玉玺的人从1个变成了4个，但丝线有所不同，依稀能看出颜色不同，但具体的颜色已经难以分辨，因为壁画太斑驳了。4个玉玺，这与传说中的很相符。上回老道说仙界一共有4枚永生玉玺，合在一起就可以打开永生之门，进入永生界就能获得永生。主人的这枚永生玉玺对应的应该是金色的丝线，金色丝线代表着功德的力量，而其他的永生玉玺应该对应着其他力量。其他的力量包不包括信仰之力呢？当初是信仰之力救了他腹中的小柔儿，也帮他提升了修为，但是来到仙界之后，下界的信仰之力他就吸收不到了。小猪，第3幅壁画的内容是什么？上面写道，第3幅壁画被人为毁掉了。这位强者探查了痕迹，认为这幅壁画在太古时期就已经被毁了。主人如果想知道关于永生玉玺和功德之力更具体的资料，可能要去那些古老的大家族或者大宗门里的藏书阁看看，能不能翻阅得到。说不定爹爹知道，爹爹所在的天空就是灵界的古老家族。我等会儿就去找你爹。可是外面的人，娘亲有办法，你就在空间陪你妹妹玩会儿吧，等到了你爹那儿，我再让你们出来。好哎，可以见爹爹了。龙一，进来一下。主母，龙一，这是易容丹，你吃下易容丹，易容成我的样子，就先在房间里坐会儿吧。属下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就易容成我之前易容那个样子，我呢甩掉外头2个人去找你主子。哎，你别磨蹭了，这可是命令。主母有事交代，你在这儿等着。放心，我会守护好主母和小主子的。你去办事吧。龙一，等一下，等什么等？我在里面呢。刚刚是主母，她故意逗你的，你居然没有发现。那你在里面扮主母啊？你怎么悄无声息的？吓得我了，你赔？赔什么呀？以身相许行不行？油嘴滑舌，放我下来！自己跳进我怀里来的，这叫投怀送抱，傻子才会放开。你分明就是知道我来了，故意在这等着的。你跑回来了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。这不，你不过去，我只好自己来找你了。有些事必须要我处理，为夫不是故意让你自己待在客栈里的。双儿，你别生气。皇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天宴会后，二公主是不是和文人山彻底翻了脸？文人灵烟往文人山脸上着火，想毁他的容，还用上了毒，导致文人山脸上烂了一块。他给先帝告了状，先帝惩罚了文人灵烟。怎么惩罚的？没惩罚文人山吗？文人山快要和七曜弟子成亲了，先帝怎么会惩罚他呀？你还笑？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推了这婚事？双儿不是猜到了吗？是深渊玉简。皇叔想让元阳弟子和罗侯弟子2男争1女，他在这过程中故意推动事情发展，到时候就自有办法解除婚约了。先帝罚文人灵烟用他的神器自断一根手指，居然让文人灵烟自断一根手指，还是用仙器！我去，这差别对待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！那文人山岂不是得意极了？文人山脸上的烂处不好治，需要一种极其难见的仙药或者神药。只能说都活该。元阳弟子私下认了个文人灵婉的儿子为干儿子，他怂恿文人灵婉去找先帝求一枚深渊玉简。先帝给了吗？自然不给。先帝更看重文人山和七曜弟子，深渊玉简这么有用的东西不会给其他人的。前行先帝为何这么偏心啊？文人山的资质也比他2个女儿好一点而已，他对亲生的狠心，把侄女捧在手里，未免差距太大了吧？文人山刚出生就被他接养了过来，刚出生还看不到资质如何，就被先帝接了过去？难道文人山是先帝的私生女不成？不是，不过那天的周氏你看见了吧？她有个孪生姐姐，在下界时与千星先帝有过一段。
千星先帝对周氏的姐姐余情未了，所以把和周氏的女儿接过来当成自家女儿养。没想到他也是个深情的男人。不是啊，周氏的孪生姐姐是千星先帝杀死的。千星先帝修的是无情道，杀妻正道。周氏的姐姐是发妻，2个公主的母亲是后来的妻子，都死在他手下。啊，杀妻正道，千星先帝可真是个狠人。不说他了，皇叔，你这边的事情要多久才能解决？1个月吧，双儿厌倦了妖都了。1个月吧，双儿厌倦了妖都了。没，我怎么会厌倦妖都？你是不知道我今天有什么收获。永生玉玺，原来皇叔也认识永生玉玺啊！上回永生玉玺被我丢在储物界的角落里，忘了同皇叔你说这件事儿了。这是我从9头鸟尸骨下找到的，是9头鸟留给我的。皇叔你看，我这块玉玺漂亮吧？漂亮，但没有双儿漂亮。我是人，他是物，没有可比性好吗？对了，皇叔，你见过永生玉玺吗？你都没有看玉玺的底部，居然一眼就能认得出来。我父亲有一块。是仙界的父亲，还是苍冥大陆的呀？双儿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？我要听你说。双儿都已经知道了，为夫便不瞒你，我仙界的父亲是天宫的9幽天帝，我是灵天弟子。那我呢？你是冥王千般宠爱的无双公主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存在曾经对我来说都是奢望，我只希望你好好活着，你不需要记得以前的事，也不需要背负什么仇恨，一切有我。我明白，可是我也想替你分担。从知道你和我身份那一刻，我就已经知道我们将来要面对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不想将你一个人置于危险之中。我们是夫妻，什么时候都该一起面对。你担心我会沉不住气，可是你不是不知道，我经历过3世了，不再是冥王娇养的无双公主，而且我还有2个孩子。就算是为了孩子，你觉得我会让自己遭遇到危险的境地吗？我是男人，外面的事情由我扛。你这是大男子主义。好，听双儿的，下次再有什么计划，我先和双儿商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不管有什么计划，都要和我商量。我答应你的。这还差不多，那你可以说永生玉玺的事了。双儿，为夫告诉你一些东西，你也要好好回报为夫啊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荒唐几日了？是你自己挑逗在先的，还怪为夫荒唐。不许说这个，问你正经事呢。好，给双儿说点正经事，不说不正经的。皇叔真是撩人，要不是招架不住他的凶猛，他真想反客为主来着。还是算了吧，他得休整几日再战。你这块永生玉玺是功德玉玺，功德玉玺周身为黑色，已经吸收功德之力，最终将完全变成金色。皇叔真厉害，连这都知道。这呀，是我今天帮助了几千个孩子之后，从他们父母身上吸收来的功德之力。今天也是玉玺自己第一次吸收功德之力。双儿才厉害，永生玉玺有自主择主的能力，你能让他吸收功德，说明他已经认你为主。我父亲9幽先帝那块恶念玉玺，至今还未认他为主。我以为谁拥有永生玉玺就是永生玉玺的主人，没想到还有自己认主的能力。不过皇叔，恶念玉玺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块玉玺是纯白色的玉玺，它吸收的是恶念之力，每吸收一部分恶念之力就会变黑，当它全部变成黑色，就是吸收满恶念之力的时候。恶念之力是大恶之人临死前暴力、不甘、恐惧、害怕、阴暗等等的负面情绪，恶念玉玺吸收的便是这些恶欲。还有2块是什么玉玺啊？有一块是信仰玉玺，吸收的是信仰之力。那信仰玉玺在谁的手里？以前信仰玉玺在天佛尊的手里，现在落入了邪佛手中，认没认主，为夫还没打探出来。邪佛就是神域雪山教徒现在信奉的邪佛吗？天佛尊的首徒就是邪佛最忠诚的教徒，他叛出正统佛门，神域那边局势动荡。那还有最后一块玉玺是什么玉玺啊？最后一块永生玉玺不曾出现过，太古时期的记载也语言不详，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块玉玺是何模样，是何颜色，有何作用。几十万年、上百万年，竟然一直没有人找到最后一枚玉玺吗？传说中集齐4枚永生玉玺就能打开永生之门，但人们连永生界在哪个方位都不知道。在为夫看来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个笑话，是人们为了永生而编造的谎言。这世上没有人能获得永生。不一定啊，前世生活在现代，我觉得一个人能活到100岁都不容易。到了九霄大陆，我觉得人能活几千岁真的很赚了。
到了仙界，强者能活几万岁，若是能到仙帝的境界，还能活几十万岁，这是我前世连想都不敢想的，但这都是真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世上肯定有一个永生界，只是我们发现不了罢了。若是不能和双儿永远在一起，永生不永生没什么意义。皇叔说的对，我也不在乎永生不永生的，我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双儿，你多说几句，为夫喜欢听。别不正经了，这事还没说完呢。这是什么？皇叔认不认识？这是深渊玉简。皇叔见过深渊玉简？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们口中的深渊玉简，但是我的确可以通过它进入深渊塔船之中。什么时候？就在前几天。深渊塔船开启的时间应该是1个月之后，这才是深渊玉简。深渊玉简居然是金色的，我还以为颜色和我玉简是一样。等等，皇叔，你也有一枚深渊玉简？我很早之前就进入过深渊神塔，一进去后是不是坐在首位？双儿运势好，竟然能获得深渊塔船的认主，这枚玉简应该象征着深渊塔船之主。我也是这样猜测的，我进入了第1层和第2层，做的都是主人的首座，应该是深渊塔船之主。双儿不愧是双儿。双儿这枚玉简从何而来？当初在乾坤城地下黑市里买来的。这块玉简对我有一种牵引之感，把我引了过去。卖玉简的妖修说，这玉简是冥王的遗物，他从死亡之海里捞起来的。我觉得这是冥王留给我的，故意留了牵引我的契机在上面。这是冥王留给你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他一脸的一言难尽呢？难怪我进入深渊塔船好几次都被深渊塔船的主人针对，原来是老丈人看女婿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皇叔，冥王是怎么针对你的？第一次进入深渊塔船时，所有人都获得不错的机缘，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第2次椅子都给我搬走了，所有人坐着我站着。第3次的时候，深渊塔船的主人给每个进来的人都发了仙果，就我没有。双儿，你说这针对是不是太明显了？所以后来我就懒得去了。原来皇叔也有吃瘪的一天。那皇叔，你生气吗？生气谈不上，我对这些身外事不会放在心上。现在得知以前深渊塔船的主人是冥王，我更不会生气。冥王爱女之心全全，我只会感激他对你这么上心。如果他活着就好了，我很想见见他。双儿，我会陪着你一起找到你前世的记忆，相信我好吗？我相信你，皇叔。我不想我的人生不完整。会完整的。皇叔，你告诉我，上一世是你追的我，还是我追的你？想到了什么？这么好笑？前世当然是我对你死缠烂打呀。你第一次见我就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个天鹅肉是没错啦，癞蛤蟆的话我收回来。要是皇叔你都是癞蛤蟆，那天底下的男人就连癞蛤蟆都不如了。对，我的双儿是最美丽的天鹅。还有呢，我们是怎么相遇的，怎么相爱的？双儿，我说的再仔细，你没有以前的记忆之前，都只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听我们之间的一切，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把你带入进去。就像你现在喊冥王不是父亲，不是父王，而是冥王。好吧，皇叔你不说了，等我们找回记忆，我自然就知道了。我会想办法。那就不说这个了。关于深渊塔船和永生玉玺，我还有很多不太懂的地方。皇叔，你再仔细同我说说吧。好。龙一，主母去找主子一去不回，你就再忍忍，习惯就好了。下回主母肯定还会找你扮女人，你这次得好好适应啊。主母，您回来了。辛苦你和龙一了。也恢复回来吧。属下去把衣服处理掉。不用了，先留着吧，下次说不定还能用得上。那属下就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龙二你进来，看看你能不能分辨出谁是真的龙一。如果猜对了，给你大奖。龙二答对了，很好，我决定奖励你一个好东西，你把手伸出来。
嘿，我送你一套我没有穿过的新衣裳，奖励你下回和龙一一起穿。周末不带这么玩的，你老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你又不缺什么，我想了想，你肯定没有女人衣裳啊，所以送你一件。你和龙一是好兄弟，我送了他一件，当然不能厚此薄彼啊！还不快谢谢主母赏赐，多谢主母赏赐，龙儿定会好好爱惜。好想哭怎么办？燕儿，你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。文人山那个贱人，不过就是仗着先帝宠爱为所欲为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死在你的手里。听说这几日你同文人山那贱人走得很近，怎么演双面间谍？燕儿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，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妻子了，是你一直对我若即若离，让我看不清你的想法。我故意接近文人山的贱人，还不是想替你报仇，博你一笑啊！你分明就是看上了文人山的深渊玉姐，而且你嫌我老，嫌我丑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谁能不对深渊玉简动心啊？燕儿，如果我能有深渊玉简，我就有把握晋升到仙尊境。只要晋升到仙尊，我就能如愿以偿的娶你过门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有实无名，我憋屈得很，我只想每天都想见到你，永远不和你分开。你感受一下我的心跳，每当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跳会加快，因为你每次都让我心动。这辈子我非你不娶。燕儿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你这么美这么好，我们两个就像是天生的一对，我找不出比你更契合我的人了。你要自信些，不管你什么样我都喜欢，你变成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。如果你更喜欢年轻的容貌，我就是踏遍仙界找到永生界，也要为你找到青春永驻的办法。你不要把什么都憋在心里，有什么话就告诉我，我是你的男人，我会替你扛住所有的一切。罗侯，你若是早出生2000年，该多好！我生君未生，君生活已老。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，你没有老，我们还有几万年的岁月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让你青春永驻，让你成为仙界最幸福的女人。罗侯，你别犯傻了，文人山那贱人深受父亲喜爱，你若真让他出了什么事，父亲一定会找你的麻烦。你看我的手指，就知道父亲有多偏心。燕儿，这都是文人山害的，我不能给你报仇，良心都不会安宁。他虽然毁容了，但是只要找到那稀缺的仙药或者神药就能恢复，但是你的手指却永远恢复不了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让文人山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罗侯，我没想到还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男人，等你成为了仙尊，我们成亲之后，我一定与你琴瑟和鸣，夫妻同心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可是我气运不如七曜弟子和元阳弟子，也不知何时能晋升为仙尊，不知何时才能把燕儿你娶进门。罗侯，你别急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文人山的2枚深渊玉简都在父亲那里，我去求求父亲，看能不能求来1枚。燕儿，我怎么能让你受这种委屈呢？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可是我更想早点嫁给你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会去求我父亲，他也许心中愧疚，就把1枚深渊玉简给了我。那就只能委屈燕儿了。等我去了深渊塔传中获得机缘，我一定就能晋升仙尊。到那时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进门。我信你。燕儿，你看外面这么多人等着那女人求救，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弄死她。哼，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，那个女人必须得死。前2日听闻那女人正在研究解毒丹，想要靠吃丹药来给这些小东西解毒，结果2天也不见她出来。我觉得她根本研制不出来什么解毒丹，所以当了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了。哦，难怪你不把这些人驱走，你是想让他们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吧？这女人来历不明，修为很高，又有长公主庇佑，我们暂时还动不了她。我只怕她离妖都去别的地方再救人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导一出好戏，让人们失望而归，绝了念想。什么好戏？燕儿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我们都等了4天了，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女儿？我女儿快不行了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别停，快醒醒！怎么这么严重？不是说短时间里死不了人的吗？神医救命啊！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！全都是骗人的，我女儿死了，她都见死不救。什么狗屁神医，他根本就没有救人的心思，他就是故意逗我们玩，想看我们笑话。他不是说炼制出解毒的丹药吗？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只是要骗我们的玄灵石，所以才放出来的消息。他一开始救人，
就是为了给他的狗屁解毒丹做铺垫的。他想卖出高价，把我们的玄灵石全都骗走，还悬壶济世。这些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夫君，我们回去吧，就让孩子回家，给他最后一段舒服的时光吧。我不想等了。娘子，落叶归根，不等这个狗屁神医了，咱们回去。罗侯，还是你有办法。这些人全灰溜溜的准备回去了，以后估计也没有人再找那个女人解毒了。那女人之前救人不图回报，应该是为了好名声。我们现在让她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等没有了长公主庇佑她的时候，我就会亲自杀了她，来泄我们心头之恨。罗侯，没关系，只要他炼制不出解毒丹，这些人都不会信他。神医出来了！屁的神医，他是骗子！走吧，别看了。等等，他这么年轻，竟然是仙王，我们会不会弄错了？他也许能救我们的孩子，再等等看吧。先不走了，我们再观望观望再走也不迟。这女人是仙王，这个女人肯定有什么秘法，让人看不穿她的骨力，给人一种假象。我觉得她肯定是活了很多年的老东西。只能是这个原因了。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年轻的仙王。神医，你到底愿不愿意救我们的孩子啊？我们的孩子等不得了，你就给我们一个痛快吧。你们为何觉得我不救你们的孩子？你若是想救，为什么这么久不出来？是啊，有小女孩都死在这里了，你却还见死不救。我这么久没出现，是因为我在为你们炼制解毒丹，可以更快帮你们的孩子去除玄金膏的瘾。放屁！你就是想讹我们的玄晶石。你若是真的是神医，就不会见死不救。没有神医会做出见死不救的事情，你就是骗子。我不会见死不救，尤其是这么点大的无辜之痛。但是有的人为了钱财，连自己的女儿都能下得了死手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杀了我自己的女儿，还故意把错怪在你的头上？你是假神医，分明是为了推卸责任，故意说出这种杀人诛心的话。我女儿都死了，她才这么大，那么可怜，死得这么惨。要不是为了求你这个假神医给她治疗，她还能在家里闭眼。现在家里的老人连他们的宝贝孙女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你还好意思栽赃于我？就是一个表演功底扎实的演技派啊！你说我是骗子，却不知道我为了给你们的孩子研究出能够解毒的丹药，花费了多少心思。我刚刚才炼制完最后一炉丹药，自己还未收拾就出来了，却要被你安上这样的罪名，我可真冤。穆无双是故意弄得这样憔悴的，为的就是获得更多的功德。人们对他的感激越深，功德之力也就越多。他无偿救人，收取点功德之力不过分吧？你怨个屁！你还好意思说丹药？你就是想高价卖出丹药，赚我们的玄灵石。我什么时候说我的丹药是用来卖的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会利用孩子们的病情赚钱。前些日子我救了几千个孩子，我若是想要赚钱，就算他们每个人给我一点报酬，我也能够赚得不少。可是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太可怜，我不忍心看到聪明可爱的孩子们变成痴呆儿。他们是妖族的花朵，需要我们的呵护。我不是罗侯弟子和文人灵烟这样自私自利的人，为了敛财残害无辜稚童，毫无人性，比畜生还不如。贱婢！别冲动，你看他自己的仙王身边还有4个仙王保护他，你贸然出去，说不定受伤的是你，我怎么能让你出去冒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这么辱骂吗？我可是堂堂妖界公主。别急，底下的人正是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出去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的丹药就算不要钱也救不了人。我这丹药救不救得了人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轮不到你这种连自己女儿都能忍心下手的人说话。你就算要杀死我，我也是那句话，你沽名钓誉，见死不救。你要是造就我女儿，我女儿也不会死这么惨。神医，我愿意给我女儿试一试。不急，你女儿情况还可以，我们先把这个男人的事说清楚。你还是不承认你女儿是你杀的吗？你放屁！我女儿是被玄金膏害死的。我见过很多父母为了儿女的性命，连自己的命都能舍掉，却还很少见你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自己女儿的人。你别急着否认，你先看看你女儿，你是真的宠爱她，她会瘦得皮包骨吗？恐怕从她吃了玄金膏上瘾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给她买过东西吃吧。毕竟玄金膏要2000块上匹玄灵石，你当然舍不得为了你的女儿拿出来，但她又吃不下其他东西，所以就让她这般饿着，饿得身上剩不了几两肉。胡说！你这是诬陷！你这样冷血的人，自然不会承认你亲手杀死你女儿。
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这都是事实。我女儿就是吃了玄金膏死的，你见死不救。既然你说你女儿是因为玄金膏而死，那你就应该去找罗侯弟子和文人灵烟报仇，而不是把过错推到我头上。你不去找他们，反而赖我，你认为会有人信你的鬼话吗？你这个庸医，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我女儿是因为你等你出来才饿瘦的，我们在这等了快4天了。你要早出来，我女儿也不会死。你自己看看，这些孩子可怜不可怜？你故意吊着我们，就算你的丹药不要钱，也绝对有其他方法想要坑我们。更何况你的丹药有没有用都不知道，你又不是炼丹师，你给的丹药谁敢吃啊？你想当个明白鬼，我岂能不如你的愿？神医，我愿意给我女儿吃您炼制的解毒丹。我这解毒丹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吃过，你确定让你的女儿第一个吃？我相信神医，我的哥哥嫂嫂前些天来妖都，恰巧遇上了您在救所有的孩子们，也治好了我的小侄子。他们说您是菩萨心肠，说您看孩子们的眼神很慈爱，他们告诉我您绝对是一个大善人，要我相信您的医术，我愿意让我女儿第一个吃下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我的解毒丹没有问题，我自己吃过了。哼，没人吃过还敢给你女儿吃，真是心大。你女儿摊上你这样的娘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希望她下辈子找个好娘。坎儿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丹药的作用比扎针要温和许多，不会伤到胃，还有一些污秽物会慢慢排出体外，休养几天就能完全痊愈了。多谢神医，没有神医，我的涵儿肯定就要出事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就是做牛做马都要报答您。无需多谢，更不需要做牛做马，你心里记得我的好就行了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待会儿排队，你们每个人能在我手下那里领到丹药，但是不能多领。我的丹药虽然不需要你们花玄灵石，但是这是我殚精竭虑才炼制出来的丹药，是我的心血，我不希望有人将我的心血被利用，被人用来转手卖钱。我们绝不是那种人。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可以发毒誓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真心为自己的孩子着想，但是有些人却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，想要嫁祸在我的头上。见我的丹药起了作用，这个人就想逃跑。你们说这人该如何处置？这辈子你没有摊上一个好父亲，希望你下辈子能幸福快乐的长大。用不着你管，这是老子女儿，就是个赔钱货，老子想杀就杀。你是老姐，你管得着吗？这人就是个赌徒，他家里被他输得一干二净了，连他娘子都输给别人了，这个女儿他才不会管呢。他没玄灵石，哪里买的玄精膏给他女儿吃的？这个小丫头根本没人管，都是少水坑里捡人吃剩下的，估计是把人丢掉的玄精膏捡了吃了，所以上瘾了吧？作孽呀，太可怜了，这男人真是罪该万死。老子自己都养不活了，还管赔钱货的死活？你们这么好心，怎么不给我续下点赌资啊？说吧，是谁派你来雇一生似的？老子偏不说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！给你100万上品玄灵石，你说是不说？我说。杀人灭口了，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。还能有谁？自然是罗侯弟子和文人灵烟的人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只有他们才不希望我救人。你们的孩子每天要至少花2000块上品玄灵石，积累起来就是一笔巨款，更别说经年累月下来，更是一笔天降横财。罗侯，我们下去赶走这些人。不行，这些人被那个死女人说动了心思，正处于激动的时刻，我们现身只会让他们更加暴怒，到时候可能会被先帝发觉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还要从长计议，从他的丹药上面想办法，不能让他的丹药再发放给这些人之外的人。对，不能让他再救人，要不是文人灵丸保他，本公主早就令人杀死他。嫣儿别急，他会死的。
你先回赤日宫。如果你能给我一块深渊玉简，等深渊塔传开启的那日，我极有可能获得大机缘。到那时，就是我晋升仙尊之时。这些小喽啰，在我眼里如同地下的蝼蚁，想踩死就能踩死。放心，罗侯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去替你要来一块深渊玉简。我还等着你早日娶我进门呢。弟子，这个女人太精了，竟然不让人带丹药离开。本弟子看见了。可是，弟子，先帝若是知道您私自下这种命令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这点小事，本弟子就不能下令了吗？更何况还有二公主担着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竟然让两个使者都跑出去了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弟子息怒，弟子息怒啊！我们两个也不知道那两个人怎么就突然不见了。他们肯定跑不远，就在妖都附近。只要守住大都，不怕他们生事，还能杀了他们，斩断了那个狗屁神医的左右手。本弟子当然知道他们跑不远，那女人就住在酒楼里面，他们能跑到哪里去？是，弟子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得逞。治好了，好了就好了。父亲那么宠爱他，给他找来了那株难得的仙药，也不足为奇。可是文人山的脸是元阳弟子治好的。什么？你再给本公主说一遍，是谁给那贱人治的脸？是元阳弟子。元阳弟子为什么会给那个贱人治脸？公主，是这样的，元阳弟子出了妖都一趟，说是回他家族所在地有事情处理。但是听闻他在路上遇到奇遇，正好获得了一株龙凤灵芝，所以便回来送给了文人山。放屁！他元阳的父母是乞丐，是被人收养，还有个屁事要回去处理。他一定是本来就有龙凤灵芝，但他故意一开始没有拿出来，想等文人山急得火急火燎的时候，再借口拿出来，好让文人山对他更加感激，然后把深渊玉简给他。公主，元阳弟子也许是为了早日与您成婚，所以才去算计文人山。想弄来了深渊玉简之后，晋升到仙尊境界，就能与您成婚了。你为何这样觉得？难道你不觉得元阳他瞧不上本公主，想和文人山那个贱人在一起吗？公主，元阳弟子对您的一颗真心，我们可都是看得见的。您还记得那天在宴会上，元阳弟子给您的那些朱雀果吗？那可都是元阳弟子攒了几十年的朱雀果，他舍不得吃，又不敢靠近您，只能自己年复一年攒着。奴婢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元阳弟子对谁动过心，就是以前那总跟在他身后的路遥，长得和文人山不相上下。可是再国色天香啊，弟子对他也是冷冰冰的，分明就是看不上他。而且这些年也再没有听过元阳弟子和别的女人有过露水情缘，这说明弟子的心目中就只有公主您一个人的。还有小公子的事情，您没看见元阳弟子对小公子有多上心吗？他这几天天天都陪小公子玩耍，小公子可喜欢他这个干爹了。元阳弟子是把小公子当成了亲儿子对待的，每次小公子吃不下东西，弟子一哄他就吃了。秀曼，你也觉得元阳对赫儿不错？岂是不错呀，元阳弟子都恨不得陪小公子睡了。他这是爱屋及乌，因为爱您，所以也爱小公子。你别是元阳专门安插在本公主身边的奸细吧？公主，你这样说秀曼就不依了。奴婢还不是希望有个人能好好对您呢。奴婢从小就跟着您，您受的苦，奴婢比谁看的都清楚。元阳弟子他用不用心，是不是真心，奴婢这个局外人一看就知道。本公主自然信得过你，你去给元阳传话，问他什么打算，本公主会在背后支持他，一定会让他如愿以偿的拿到深渊玉简。是，为了公主的幸福，奴婢这就去。
山小姐，罗侯弟子知道您恢复了容貌，特地拿了贺礼来恭喜您。鸳鸯哥哥，多亏了你给珊儿弄来的龙凤灵芝，否则珊儿这张脸又被我那狠心的二姐给毁了。珊儿这张脸花容月貌，若是被毁，乃仙界一大憾事。鸳鸯哥哥，听闻乾坤城有个美人儿叫清九姑娘，长得是国色天香，无人能及，将我的七曜哥哥迷得神魂颠倒。连鸳鸯哥哥，你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是吗？七曜弟子确实被迷得神魂颠倒，但论其颜色，还不如珊儿美貌袭人呢。哦，那清九姑娘真不如珊儿我好看？那是自然。哼，鸳鸯哥哥的嘴真甜。珊儿其实知道鸳鸯哥哥为什么突然对珊儿这么好，只不过深渊玉简是我的嫁妆，还有半个月我就要与七曜哥哥成亲了，到时候大伯会把玉简给我和七曜哥哥。珊儿，你想清楚，七曜弟子不喜欢你，他把那个女人藏得死死的，你就算想除掉那个女人也找不到人，到时候七曜夜不归宿，你嫁给他想守活寡吗？珊儿，嫁给我，我会让你日夜快活，不会像七曜那样让你守活寡的。元阳弟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若是不来，岂不是让你得逞了去？罗侯弟子，说话请注意分寸，恬不知耻。鸳鸯哥哥，罗侯哥哥，你们别吵了。不过他挺喜欢看两个男人为他争风吃醋的样子，这让他的虚荣心爆棚。虽然他知道他们两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是那又如何？他们又抢不走自己的深渊玉简，那就让他们各自献殷勤吧。罗侯弟子说是来送贺礼，庆贺文人山恢复容貌的，但没多久，文人灵烟的人就找上了门来。文人山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文人灵烟，所以见到对方的人来找罗侯弟子之后，冷着脸直接让罗侯弟子走人。罗侯，我是不希望你和文人山那个贱人走那么近，但是我支持你去拿到那一枚深渊玉简，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叫你回来呢？我现在再去找文人山，你派人把这件事情添油加醋的告诉长公主。对，告诉我姐，以她的性格，绝对会去文人山的小贱人那里大闹一场。罗侯，你不用太着急，我姐知道后是不会让鸳鸯弟子再待在那里。不好意思啊，罗侯弟子，我们家山小姐交代我们了，不太想见到你，所以您还是请回吧。元阳弟子还在里面。元阳弟子正在和山小姐喝酒呢。喝酒？听说是10万年的仙酿，是元阳弟子从前从上古遗迹中挖出来的，酒香味儿在这里都能闻到一些，方才许多修为不高的丫鬟闻一口就醉倒了呢。燕儿，快点让长公主过来，文人山这贱人和元阳弟子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了。罗侯，我姐居然说不管元阳弟子的事情，我跟她说元阳弟子和文人山混作一团，她都无动于衷，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元阳弟子的事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回头告诉山小姐，本弟子下回再来给她赔礼道歉。这回本弟子已经教训了二公主一顿，只要山小姐愿意，明日本弟子就让二公主过来给她登门道歉。这酒劲儿可真大，鸳鸯哥哥，珊儿我才闻了一会儿，就觉得脑子晕乎乎的了。我要是喝一口，岂不是也跟他们一样，都醉倒了？好酒配美人，珊儿不想喝，我喂你。既然七曜爱上了别的女人，对他不理不睬，那他也可以给他戴上一顶绿油油的帽子。思及此，他没有闪躲。第2日，罗侯弟子真的带着文人灵烟来给文人山赔罪来了。你走吧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看到你我就想起我烂掉的那张脸。要不是元阳哥哥给我找来了龙凤灵芝，我如花般的容貌早就不复存在了。罗侯，我们走。公主，我留下来给山小姐请罪，你回去吧。珊儿现在肯定不想多见你，我留在这里替你请罪。是啊，我只说让你走，又没说让罗侯哥哥走。
罗莎，把本小姐的丹药拿来。小姐，丹药来了。娘亲，我带回来好吃的，给你和罗一、罗二叔叔吃。小柔儿真贴心，你真是娘亲的贴心小棉袄。娘亲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爹爹？你想爹爹了？当然想爹爹。再过7、8天，咱们和爹爹一起回冥界。太好啦！哒哒哒，啦啦啦。天生异象，难不成妖界有什么妖孽人物要出世了？天哪，娘亲，好壮观啊！这有什么的？小主子，虽然这天地异象很壮观，但是和主子当年比起来，还是差了很多。主子当年降世之时，仙界出现了无数道太古战神的虚影，强大可怖，天地威慑。咱们主子才是有最大气运之人。老二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小主子这算不得什么，没法跟主子比的。那是，我爹才是仙界最厉害的。双儿，你们在无垢城？对啊，皇叔，你看到天地异象了吗？看到了，有大气运者将要飞升妖界，千星仙帝马上就要到无垢城，你和孩子们一好龙，隐藏在人群中，小心些，我很快就到。飞升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妖界终于又要出现一位大气运者了。瞧瞧这庞大的天地异象，多壮观啊！是啊，听说当年妖帝飞升上来的时候，也引起了天地异象，也不知道和这比起来如何。不敢置信，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一幕。到底是何人从下界飞升，竟有这么强大的皇者之气？这个男人的背影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还真是乌迷。乌迷，恭喜你飞升仙界，还成为大气运者。没想到我妖界又出现了一个身负大气运者，本帝十分欣慰。你身上竟然汇集了1000亿妖族的气运，你是下界妖界之王，侥幸被下界的妖族认可罢了。本帝是妖界的先帝，你可否愿意当本帝的义子？本帝将封你以弟子之名。抱歉，我已经有义父了，不用再多一个义父。你竟敢拒绝本帝，你可知本帝从未收人做义子？我说了，我已经有了义父，不需要再多一个义父。我的义父，想必先帝您也听过他的名讳，人称傲视妖神。我继承了他的衣冠冢，认他为义父，将会发扬他的道统，不会再乱认师父和义父。你说什么？傲视妖神？哎，大哥，我年纪小，没听过傲视妖神。傲视妖神是什么人啊？你居然连傲视妖神都没有听过，你是不是妖族啊？傲界妖神是几十万年前的妖界先帝，被仙界的妖族尊称为妖神，差一点就晋升为了仙皇，可以说是震烁古今的任务。只可惜踏不出那一步，最后逃不过岁月的枷锁，陨落了。只是他陨落的地方成谜，连他的弟子都没有获得他的传承。如此说来，年轻人，你还是本帝的师弟。先帝是义父的徒弟吗？我只是得到了义父的衣冠冢，机缘巧合之下打开了冢，并不知义父还有徒弟。失敬。本帝是妖神唯一的徒弟，全仙界的人都知晓。但是年轻人，本帝看中你，才认你为义子，你不该对本帝撒谎。你若真是师尊的义子，为何本帝在你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同源之力？天煞老祖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只准你来，老身就来不得了？天煞老祖说的哪里的话？您当然来得。来得就好，老身是来接妖神一子。千兄先帝，你如果有话要同你师弟说，就赶紧说吧。
师弟，你也配本地喊一声师弟？天煞老祖，他可不是师尊的义子，你不要受其蒙骗的好。他是不是妖神的义子，老身一试便知，就不用先帝操心了。当年师尊消失，可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，说他老人家会收个义子。这都过了几十万年了，突然冒出了一个人，说他是师尊的义子，你就不想想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看来妖神是真的不喜欢先帝你呀，你是妖神唯一的徒弟，都不知道这件事儿。你自己看吧。当年妖神离开仙界之时，曾经给我们苏家留下了这块玉简。妖神说他要找一个有缘人收为义子，不仅将一身传承传给义子，还令我们苏家以妖神义子为少主，辅佐其成为新的先帝。此人是妖神义子，是我苏家上下的少主，你还不放开威压？怎么想杀死你师弟不成？既然老祖认定他是师尊的义子，那么至少应该让他拿出师尊的遗物，方能证明他的身份。遗物还不简单？诛仙剑。没错，就是诛神剑。无论他有没有诛神剑，只要他能拿出妖神遗物，就是妖神的义子。天煞老祖只怕是老糊涂了，如果这个年轻人只是盗墓的本事强了点，得到了师尊的遗物，却没有得到师尊亡魂的认可，岂不是被他糊弄了？还是说天煞老祖你联合了这个年轻人，想要取代本帝？本帝相信苏家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若是天煞老祖你执意要当他是少主，那就怪不得本帝手下不留情了。看来先帝这是想杀老身和少主灭口啊！天煞老祖无需强词狡辩了，若是这个年轻人拿不出诛神剑，本帝将以谋逆之罪送你们上路。哼，先帝想杀死老身，老身就是拼着这条老命也会让你重伤。你只管试试。等等，千星先帝，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拿出诛神剑，你就能认可我的身份？无需他认可，老身认可你即可。诛神剑是师尊的本命神器，你若是能够拿出来，便能证明你是师尊义子的身份。但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说明你和天煞老祖联合起来欺骗世人，以下犯上，想取代本帝之位。本帝会亲自送你们踏上黄泉。先帝认为我拿不出诛神剑，不如就赌一把。我若拿不出诛神剑，是杀是剐悉听尊便。但我若是能够拿出诛神剑来，义父当初的赤日宫就交还到我手里吧。先帝是赌还是不赌啊？故弄玄虚，年轻人，你糊弄不了本帝。诛神剑已经被天劫毁灭，你若是早承认你没有诛神剑，本帝也许会让你用其他的办法去证明你的身份。可你竟拿诛神剑做赌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师尊义子。我是不是傲视妖神的义子？恐怕不是先帝你不承认就不是的。你只需说是赌还是不赌，先帝若是没有胆量赌，就尽早离去吧。漏洞百出的激将法，你未免将本先帝看得太轻了。本帝玩计谋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。你想死，本帝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本帝答应和你赌，你拿不出诛神剑，现在就得死。诛神剑是义父的本命神器，只要义父一缕神魂尚在，诛神剑就不会被天劫毁灭。师兄，是你太小看义父了。诛神剑，老身拜见少主。义父的诛神剑已被我认出，师兄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师兄既然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那么就早日将赤日宫腾出来。师弟我会入住义父的宫殿。少主请放心，堂堂先帝不会言而无信。老身及家族会替少主提前将赤日宫打理好，让少主入住。既然赌约输了，本帝自然会愿赌服输。你是师尊时隔几十万年后收下的义子，实乃师门一大喜事，将赤日宫让给你，就当是本帝送给师弟你的见面礼。今后你我同根同源，有什么事你尽管来找本帝。
没想到能见到天煞老祖，真是失敬啊！少主，我们走吧，老身带你回苏家，我们苏家会辅佐少主成长。稍等，老祖，我有个故人在此，想与他聊上几句。是谁？老身替你请来。不用，我想他不便透露身份，传音几句便可。无名，恭喜你逃过一劫。千星仙帝那个老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要小心他。有趣的小女娃。以后说是在遇上仙尊境的人，千万不能传音。无双，你易了容，我认不出谁是你。我在你左下方，牵着西西，抱着小柔儿，我让西西同你打招呼。狐狸叔叔。西西，我是七曜弟子，阁下如何称呼？幸会，我叫无名，来自小3000世界。老祖，时间不早，你们该回苏家了。没错，我们该走了。少主，家族的人还等着见你。无双西西，有缘下次再见，届时把酒言欢。去吧，你锋芒太露，今后万事小心，低调行事。等等，狐狸叔叔，阿离呢？阿离。皇叔，我还没问无名我弟弟外公他们的消息，你干嘛这么着急的催他们走？双儿莫气，为夫过来就是想亲自告诉你关于小舅子的消息，你无需问无名，问你夫君我就行了。皇叔得到美人弟弟的消息了。走，皇叔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说。爹爹，爹爹的眼睛好漂亮，哥哥的眼睛也好漂亮，小柔儿的眼睛没有爹爹哥哥漂亮。小柔儿的眼睛也很漂亮，像你的娘亲，比虚空上的星辰还要闪耀亮眼。孩子还在这儿呢。羞羞脸。小柔儿，非礼勿视，和你哥哥转过头去，数30下才能转过来。唉。皇叔，你快说玉衡的事儿。之前我同你说过，敖前辈买通了小3000界飞升仙界处的新接引使，所以无名第一时间飞升，我便从敖前辈那里知道了。玉衡他飞升还在无名之前，玉衡与海兰月一起飞升，敖前辈已经接到了他们，一切都好，你无需担心他们。那就好。哎，外公怎么还没飞升？外公放不下光明神教，前不久收了个徒弟，等他将一身的本事都传授给徒弟，再飞升来仙界。那掌门爷爷呢？你掌门爷爷和耀清爷爷都在闭关，他们想来仙界见你，努力在修炼。西西，你也不能懈怠。我知道，将来我会保护掌门爷爷和耀清爷爷，还有曾外祖父他们。可惜我们还见不到舅舅，妹妹还没见过舅舅呢。舅舅，皇叔，师父和耀清师叔的资质并非特别好，他们冲击飞升天劫的时候恐怕会很辛苦。我们可以派人去苍冥大陆，给他们送仙界的资源下去，让他们飞升时更有把握。双儿，为夫已经派了龙武去了下界，你不用担忧。是啊，他能想到的，皇叔也肯定想到，而且比他更加仔细。我让龙武带了很多仙界资源下去，你在冥界需要帮手，青云剑宗和光明神教的人大部分都值得信任，有仙界的资源能让他们更快的飞升。皇叔你安排就好。他还是问起了穆元红和云秋白的消息。岳父岳母一心想飞升仙界，自你飞升之后就一直疯狂的修炼，我让龙武给他们带了资源。听皇叔说起关于乌明的消息，说到了乌明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成了小3000世界的妖族之王，统领整个小3000世界的妖族。这么说来，乌明很早之前就获得了傲视妖神的传承，很有可能在九霄大陆的时候。很有可能。对了，皇叔，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天煞老祖？他对元阳弟子和落后弟子都那么冷淡，居然对你笑了笑。天煞老祖有个曾重孙叫苏毅，与我是好友。是与你是好友，
还是与七曜弟子是好友啊？与我曾经去苏家住过几天，天煞老祖曾经指点过我，天煞老祖与我相当于半个师傅。等等，皇叔，连先帝都分辨不了你易了容，是你自己告示天煞老祖的对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天煞老祖也是你叫来的？双儿就是宋慧，这都猜到了。没错，天煞老祖是我叫来的。玉衡飞升之后，就告诉了敖前辈乌明即将飞升之事。待看到天地异象之时，我便知道这应该是乌明弄出来的阵仗。以千星先帝的性格，定会将乌明收为麾下之将，所以我联系了天煞老祖，让他带走乌明。但我也没想到乌明是妖神一子，算是误打误撞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呢，皇叔就是厉害。今天要不是天煞老祖出来，乌明肯定要出事的。几日不见，双儿怎么净说些别的男人？好，不说了，皇叔辛苦了，我们一起回妖都吧。哇，欧尼给。敢问老祖，听过龙墨深这个名字吗？少主怎么知道墨深？哦，老身想起来了，我家苏毅告诉过老身，墨深他转世去了小3000世界，少主也是来自小3000世界，认识也是正常。只不过刚才老身见你们很是陌生的模样，还以为你们不认识呢。少主，今日就是墨深让老身过来，否则就让文仁义那个坏东西得逞了。你的身份比文仁义更高贵，你是妖神的义子，名正言顺。那老东西当年住进赤日宫，都是名不正言不顺。他之前知道你的身份，对你起了杀心。老身要是没有赶过去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多亏了墨神通知了老身，老身才能及时赶来。是龙墨深通知老祖您来救我的？是啊，墨神刚才就在你面前呐。刚才的七曜弟子？是的，墨生啊，易容成了七曜弟子。老祖，您跟我说说龙墨深在仙界的身份吧。娘亲，我悟到了，我好像悟到了时间的法则。爹娘，我要去石壁上闭关，专心去领悟时间的法则了。真好，这么多日子的沉淀，我儿终于领悟到了。西西很出色，时间法则极难领悟，你既然领悟到了，便是造化，去吧。真的很欣慰，西西当年才小柔儿这么点大，一转眼竟然要领悟天地法则了。等西西真成了真仙，便能在仙界中随意走动了。孩子总会长大的。等小柔儿长大，你肯定不会说的这样轻描淡写了。小柔儿不用长大，她被我们娇宠着，永远当我们的小公主就好。皇叔，等到我们足够强大了，没有了敌人，我们的孩子才能一直在我们的羽翼之下。双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目标是成为仙界的主宰，让孩子永远无忧无虑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听说了没？七曜弟子的婚事要黄了。不是说过2天就是七曜弟子和山小姐大婚之日了吗？听你们的语气，好像婚事吹了。大妹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山小姐有孕啦！啊，真的假的？未婚先孕呢？难道不是七曜弟子的吗？啊，都怀孕了，怎么还说婚事吹了呀？如果是七曜弟子的，当然是件喜事儿。可是问题是啊，肚子里的这孩子，他不是七曜弟子的，是件丑事儿。你怎么知道山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七曜弟子的呀？说不定人家这是喜上加喜呢。老婆子，我有个好姐妹，就在文人家族里面当嫂子婆子。听她说，山小姐的院子里夜夜笙歌，经常看见元阳弟子和罗侯弟子出入，七曜弟子一次都没有去过。那肚子里的骨肉还能是七曜弟子的？山小姐这么不知检点，真是要恭喜七曜弟子喜当爹喽！
们想笑就笑，放心，我不会给皇叔告状的。主母，逗你们呢。我跟你们说呀，我妹妹就在文人家族里当丫鬟，她亲眼看着山小姐肚子变大了。先帝之前去了文人家族，发了好一通脾气呢。我亲娘就是在文人家当差，她说山小姐都快生了，亲眼所见，肚子都那么大了。珊儿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先帝，珊儿与我两情相悦，我们在一起是相互爱慕。放屁！元阳，珊儿喜欢的人是我，是你故意用几十万年前的古酒勾引她，骗走她的元阳。叔后，有些话还望你慎言，是你对珊儿用药，还假传她的命令，让她不见我。元阳，你说什么？谁用药了？闭嘴！这样说来，你们真的都与珊儿发生了关系？本帝将2个女儿许配给你们，你们现在却来玩2男争1女的戏码。你们把本帝的女儿放在哪里？又可曾把本帝的赐婚放在眼里？元阳不敢。先帝，事已至此，元阳愿意承担所有错事，我会去长公主处负荆请罪，请求长公主原谅。林婉拜见父亲，听闻堂妹还了元阳弟子的骨肉，真是恭喜了。对不起，长公主，我与珊儿情投意合，情不自禁，没想到伤了长公主的心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本公主可没有什么好伤心的。你我1年也说不了几句话，本公主对你没有丝毫感情。你若是能和珊儿堂妹在一起，本公主只会恭喜你们。婉儿，看来你对父亲的赐婚不满很久了。不敢，父亲，婉儿遵循父亲的一切安排，不敢有所不满。只是元阳弟子既然已经和珊儿堂妹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婉儿不可能再要一个这样的男人，所以从前的婚约还请父亲收回成命。婉儿，你若是对元阳没有感情，为何前些日子来找我求要深渊玉简？你敢说你不是为元阳求的？谁不想要深渊玉简？我求你是因为我想要，而非为了元阳弟子。我与元阳弟子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我是傻了才会为他求玉简。长公主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我听说元阳把你的义子当作亲生儿子对待，你们3个如同一家3口一样和和美美，怎么突然这样说没有感情基础了呢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长公主，你和元阳心里肯定有数。珊儿腹中骨肉是我的，你们却说是元阳的，分明就是指鹿为马。你们都说珊儿肚子里的东西是你们的，那本帝倒是要问问你们2个，为何要把禁术用在珊儿身上，以她的精血饲养你们的骨肉？什么禁术？还给本帝装！你们2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让本帝失望之极。先帝，这是何意？珊儿出了什么事吗？本帝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珊儿腹中胎儿到底是你们之中哪一个的？我也不确定。其实我与珊儿一直都是好友，经常把酒言欢。也许我们没有到最后一步，我是见珊儿有孕，想尽男人的义务，方才承认的。这么说来，珊儿没有与你苟合。元阳，你身上有珊儿的气息，的确是你夺走了珊儿的原因。你说珊儿腹中骨肉是不是你的？大错已酿成，珊儿及其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。先帝要责罚就责罚元阳吧，这一切与珊儿无关。滚回去准备婚事，3日之后本帝亲自出席你和珊儿的婚礼。多谢先帝成全。该死，都该死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等你出来，老娘第一个掐死你！天哪，珊儿，你怎么看成了这副样子？我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用你管。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？你们若是把我当成亲生女儿，为何连我的婚事你们都无法做主？珊儿，你自小被先帝养在身边，你的婚事我们想做主也做不了主啊，谁叫他是先帝呢？我不想嫁给元阳弟子，我要嫁的人是七曜弟子。明日就是你与元阳弟子大婚之日，你休得再胡言乱语。你若是不与他们乱来，能让我丢这么大的脸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你再怎么不乐意，明天也得给我高高兴兴的出嫁。好，我咎由自取，你们滚，我不想见到你们。哼！珊儿，这是6品驻眼仙丹，
你明天大婚之前吃下，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出嫁，不要管外面的风言风语。将来你替元阳弟子生下孩子，元阳弟子对你好了就够了，你们好好的过日子。你哪来的6品仙丹？娘想办法给你弄来的。你肚子里的孩子让你精血都流失了，说明他是个妖孽，将来出生时必定会天生异象，是大气运者。你母凭子贵，肯定能活得比你那2个堂姐更好。真的？你觉得我肚子里的东西是个大气运者？什么东西不东西？他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骨肉。他虽然牺牲了你很多的营养，但他依然是你的孩子。他生长的速度这么快，不是妖孽是什么？只有妖孽人物才会与众不同。珊儿，你要相信，你能够生出让你骄傲的孩子出来。娘，你说的对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妖孽人物，将来必定横踏仙域的存在。珊儿，你大伯还是喜欢你的，否则也不会亲自给你主持婚事。你在明天的大婚之上，千万不要让他失望。他满意了，将来他才会更偏向于元阳弟子，让元阳弟子早日成为仙尊。你不是有2枚深渊玉简吗？到时候你和元阳弟子一人1枚，元阳弟子进入深渊塔传中获得了机缘，说不定早早就能晋升仙尊呢。珊儿，你别忘了，元阳弟子以前可是3大弟子中最出色的弟子呀，以前的事就不要想了。不过珊儿，娘想问你，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元阳弟子的吗？不是大伯要把我嫁给元阳的吗？肯定是大伯看出我怀的是元阳的种。你自己都不知道？你声音小点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在踢我。这么快？既然是妖孽，当然快，说不定他在我肚子里面就已经开始修炼了。就是我这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容貌。你的6品仙丹最多只能维持我10天半月的容貌，到时候如果元阳哥哥嫌弃我怎么办？珊儿放心吧，先帝宠你，元阳弟子看起来也是个会疼人的，到时候跟你求来一株神药，让你青春永驻。你的命比你2堂姐的命好多了，她的脸恢复不了，不说明你也恢复不了的。那是，我比他们2个的命都好，他们一个被我抢了未婚夫，一个因我断了1根手指，我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，将来我的孩子也会压他们一头。是，我女儿最好命了，所以明天你要高高兴兴的出嫁，不要让他们偷偷笑话你。我听说啊，你大堂姐很生气，你还得提防着她一点。她当然生气，她还以为元阳哥哥对她多上心呢，结果还不是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我的儿子呀，你虽然来的不是时候，但是你要给我争气点，最好一出生就弄得天地异象，比前几天那个妖神一子弄出来的阵仗还要大。七曜弟子来了。七曜弟子怎么来的这么早？没想到七曜弟子竟然会来参加山小姐的婚事。七曜弟子真是大度啊，这种婚事竟然给面子，来这么早。某人来这么早，还不是因为他娘俩来了。娘亲，是爹爹。先叫完再说话，别噎着了啊。新娘子什么时候出来？快了，今天有一场热闹看。罗侯弟子也来了。不是说元阳弟子和罗侯弟子都与山小姐有一腿吗？二公主不可能不知情吧？哟，七曜弟子也来得这么早，自己的未婚妻另嫁他人，到手的深渊玉姐成了元阳弟子的了。不知七曜弟子你心情如何呀？先帝快来了，别吵起来了。长公主怎么来了？长公主怎么穿成这样？怎么感觉长公主这身打扮是新娘的打扮？大姐姐，今天要和元阳弟子成亲的人是文人山，不是你。你是不是弄错什么啦？你和罗侯弟子关系这么好，真是让姐姐我另眼相看。听闻他某方面功夫不错，想必很能让妹妹满意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？你心里有数。你舍不得罗侯弟子，是舍不得他功夫好吧？长公主，还请慎言。我和山小姐之间清清白白，请不要再重伤我们。罗侯说的不错，和文人山有一腿的人，只有你的未婚夫元阳弟子。我们罗侯与他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再乱说话，
休怪我不顾姐妹情谊。哼，谁知道她肚子里的东西到底是元阳的还是罗侯的？你长公主，这种无中生有的话，您下次还是不要说了。倒是您在元阳弟子和山小姐成亲之时，穿着大红嫁衣而来，但今天有先帝出席，我劝您还是赶紧回去换身衣裳，免得到时候丢脸。对，待会儿父亲就到，要是看到姐姐你这身打扮，说不定当众就给你2耳刮子。我想穿什么衣服，用不着你们管。不是才怀孕吗？怎么这么大的肚子？这肚子也太大了点吧？珊儿还好吗？好多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这肚子啊，像是快生的了。你这里面怀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活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怀孕半个月就要生的。怎么没听过？母老鼠20多天就能生下小老鼠，说不定珊儿妹妹肚子里怀的是小老鼠呢。你刚去粪坑吃饱吗？嘴这么臭，我诅咒你以后只给你喂死老鼠。哎呦，珊儿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姐姐呢？大姐姐只是看你肚子这么大，所以猜测罢了。你这么骂人做什么？这越着急越显得心虚呢。谁心虚了？我肚子里怀的是宝贝。什么宝贝？我看是怪物。你才是怪物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来我婚礼上砸场子的吗？谁准你穿大红色的衣服了？本公主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穿什么颜色，用得着你管？你还是管管你肚子里的到底是谁的种？半个月的肚子就这么大，看样子快生了吧？是不是和哪个鼠妖春宵一度有了种了，再嫁祸到元阳身上？你放屁！我肚子里怀的是元阳哥哥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是天才妖孽，能够在我肚子里就开始修炼。他是上古天神转世，生来不凡，容不得你来亵渎。大姐姐，你不用嫉妒，元阳哥哥与我是天生一对，你本来就是多余的。等以后我会让大伯再重新给你找个好夫君嫁了。嫉妒可笑。娘亲，我看见他肚子里有怪物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一大团黑气在吸那个人的血，好可怕的。刚才的话不要说了，我们回家再说。拜见先帝。无需多礼，今日是元阳与珊儿大喜之日，本帝亲自来给他们做个见证。谢谢大伯，珊儿就知道大伯最疼珊儿了。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拜堂喽！新郎新娘一拜高堂，二拜天地，夫妻对拜。慢着，七曜，你有什么事？七曜哥哥，你不要破坏我和元阳哥哥的婚事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你不要做无谓的争取。我现在想嫁的人只有元阳哥哥，当初是你不珍惜我，现在你再后悔也是突然。珊儿有了我的骨肉，你再说什么都没用，给自己留点面子吧。七曜哥哥，不要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了，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。我想你们弄错了，我不是来破坏你们的婚事的。先帝，您上次说和珊小姐解除婚姻后要补偿我想冒昧提出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想要一枚深渊玉简。什么？不行，深渊玉简是我和元阳哥哥的，凭什么给你？深渊玉简是珊儿的嫁妆，你没机会，也没资格得到深渊玉简。我只是要属于我的合理补偿罢了。你们私下如何，我不想做出评价，但我名声上受到损害，你们应该有所赔偿。我只要一枚深渊玉简。你放屁！深渊玉简是我的。好疼！元阳哥哥，快救我！原来皇叔是为了激怒文人山，我好像要生了，好疼啊！快点把珊儿扶进屋子里去，亲生婆来了没有啊？生了，要生出来了！大伯，快救救珊儿！珊儿不想变成那样，大伯，救我，救救珊儿！先帝，您救救珊儿吧，这个孩子不能要啊！原来是怀了个怪物，我还真以为是个宝贝呢。珊儿妹妹真是可怜呐，居然怀了个怪物，再让这怪物稀释下去，珊儿妹妹的命不久矣啊！可是看样子，好像没人愿意救珊儿妹妹呢。好痛！元阳哥哥，救我！我们的孩子不该出生，你快点杀了他！
贤弟，这孩子会害死山儿的，他不能留。孩子是你和山儿的骨血，你们两人都是气运者，他出生之时亦会风起云涌，天地变色，及你二人之所长，助本地统一仙界。还好文人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不然就倒大霉了。我不要生下来，他该死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力量？贤弟，老爷，救救善儿吧！你们再不出手，善儿就真的活不成了。来人，把周氏拖下去。救我！救救我！九天邪符，幸女文人山以性命为引，诅咒我肚子里的怪物死无葬身之地。混账！文人山竟然信奉邪符。大伯，你不救我，也休想利用我！快我！啊，是老鼠？不对，不是老鼠，是蝙蝠啊！哎，快看，不光是蝙蝠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我诅咒你！九尺雷鹏血脉，他的血脉中竟然觉醒了我们祖上的九尺雷鹏的血脉。好，很好，是时候让他吞噬他父亲的血脉了。本帝很是期待他的最终形貌。贤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贤弟，我和鸳鸯是弟子，是您的左右手，将来会一心一意帮助你扫平仙界。您不能让这个怪胎吞噬我们呀！父亲，您不能这样做，罗侯是我的未婚夫。本帝本来没有把罗侯算入在内，燕儿，是你的未婚夫背叛了你，与商儿有了首尾。你也看见了，商儿生出来的怪胎有他的血脉在其中，既然已经背叛了你，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。你撒谎！你明明不在意我的未婚夫品性如何，你只看重你自己的利益。因为这个怪胎生来强大，所以你选择舍弃罗侯。你当初不是最喜欢文人山吗？可是你为了这个怪胎，轻而易举的就抛弃了文人山。在你的眼里，亲情就是个屁。罗侯，你逃不掉的。本帝已经在此地布下了阵法，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阵法也会将你的精血吸食干净。父亲，您不能这样做，这个怪胎再强大，也只是个怪胎，和元阳和罗侯根本没得比。求求你，放过他们吧！怪胎已经吞噬了山儿妹妹的修为和血脉，已经够强大了。婉儿，连你也要阻拦为父？你别忘了，你当初自己说你对元阳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，为父不希望你哄骗为父。女儿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那你今天穿着大红嫁衣而来，是何用意？为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为父最讨厌你们忤逆为父。鸳鸯，这辈子是我负了你，下辈子我还你。鸳鸯，这辈子是我负了你，下辈子我还你。贤弟，你放我走，并破坏法阵，不然我现在就杀死长公主，让她给我垫背。鸳鸯，你骗我！你现在应该看清了元阳的真面目了吧？父亲，我……快点放我走，不然你大女儿马上就会死在我手上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潜行仙帝，冷血自私无情，连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都不放在眼里。罗侯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心爱我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还不了解吗？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你和元阳弟子是不同的。既然你我真心相爱，我也愿意陪你一起去死。去你娘的臭娘们儿！老子才不跟你这臭娘们一起殉情呢！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死，可如果没有你，我活着也没有意义。与其我们阴阳分离，做苦命鸳鸯，倒不如一起殉情，来世还在一起。妍儿，你不能死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你活着我才能安心。我死后会去转世投胎等你，一世等不到，我等你2世，2世等不到，我等你3世、4世、100世，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死。我当够了这个破妖界的公主，我再也不要有人控制我的婚事，下辈子我们也要在一起。
这成效太好了，这竟然也觉醒了元阳血脉深处最纯粹的血脉，一举化为了绊脚。下一个该轮到罗侯了。本帝突然很期待他最终能蜕变成什么样子。不要动他，父亲，你要是伤害他，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。怪物，不要过来！父亲最好吃。这个怪胎的修为竟然接近仙尊了！不要过来！我不是你这个怪物的父亲，你去吞噬别人！不要，罗侯，你没事吧？老九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上古禁术。什么禁术？这是上古时期魔界的禁术。当年魔界为了统领仙界，用这种禁术制造出了很多这样的怪物。这种怪物被人称为魔眼，但是怪物没有人性，反而生下来就会吞噬掉他的双亲，吸收双亲的修为和精血，并觉醒双亲血脉之中最原始的尊贵血脉。但老朽没有想到，这种禁术竟然还会重现人间。皇叔真是运筹帷幄，他本来以为皇叔的目的是为了害死两大弟子，没想到不仅让先帝失去了2个弟子，还让他失去了民心。好丑啊！好丑你还看这么久？危险！好疼！先帝，我们各大家族的人来参加婚宴，你让我们各大家族血溅当场，未免太过冷血。魔眼性情顽劣，不是故意为之，本帝一时不察，让他酿下了大祸。回去之后，必将惩罚于他。强者生成，天地变色。我诅咒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魔眼，你就是仙界的黑暗之子。魔眼，渡过天劫，你还能再上一层楼。本帝相信你将会变得更加强大。恭喜兄长，贺喜兄长！扩大妖界，扫平仙界，指日可待。放心，你的付出，为兄不会忘。公主，您不要伤心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罗侯弟子已经死了，您要坚强的活下去啊！怪物，你杀我夫君，我要与你同归于尽！魔眼，不用管他，全心抵抗天劫。废物，让你全力抵抗天劫，你去管那个蝼蚁做什么？去死吧，怪物！不能让他死。这是天道降下的天劫，
他若是参与进去，天劫将变成他的先帝天劫。他还没有突破至下一阶段，根本没有勇气迎接天地仙劫。在这么强大的天劫之下，魔眼竟然挺了过来，这怎么可能？稍安勿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绝境逢生，好，很好。魔眼，本仙帝现在赐予你文人家族的尊贵姓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文人涅槃。本帝期望你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涅槃重生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本帝的义子，本帝将带着你一起扩张妖界领土。这是邪佛，怎么会出现邪佛的？邪佛出现了，肯定是文人山的诅咒起效了。为借文上山，愿生命代价。换取子增造神之地，我来先招。狗屁邪佛，这里是本地的地盘，岂容你来放肆？什么狗屁邪佛，也不过如此。千星仙帝损失了4滴心头血，而且与魔眼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魔眼一死，千星仙帝也会受伤。千星仙帝，老身一来就看见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受了重伤，老身真是替你惋惜呀。天煞老祖，你们来做什么？仙帝怕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少主是来入主赤日宫的。怎么？仙帝还没有把赤日宫腾出来，你若是因为受伤不能搬家，老身会安排人替你把东西移出来。赤日宫底下枯萎的龙脉是本地抽来的龙气，让龙脉复活。若是要本地离开赤日宫，龙气本地会抽走，这样一来，赤日宫元气大伤。但如果师弟只是想入住赤日宫，本地倒是愿意分一间宫殿给他。那就不用你千星仙帝烂好心了。龙脉精气龙气，你尽管抽走，我们少主气运滔天，即使是枯竭的龙脉，也会有再恢复的一天。看你的意思，你们苏家是彻底倒戈，偏向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这边了，是吗？我们苏家只是听从妖神旨意罢了，没有什么倒戈之说。倒是先帝你所作所为只会失去民心。好，这是你们苏家自己选的，将来什么？我们苏家从来不怕你的威胁，而且不只是我们苏家听从妖神旨意，还有南宫家、徐家、皇甫家族3个隐士家族都得到过妖神指令。我们4大家族将全力辅佐少主，成为妖族新一代领袖人物。什么？拜见少主。诸位请起，义父交代过，让无名今后向诸位前辈学习，让妖界更加强大。皇甫老祖，前不久本地才去拜访过您，您现在公然支持这个人，把本地放在哪里？我们皇甫家族早在10几万年前就接到了妖神的托付，妖神的义子就是我们的少主。现在少主飞升，我们也到了该履行承诺的时候了。千星仙帝，从你放弃2大弟子创造出魔眼之时，就已经失去了民心。
我们皇府家族以人为本，顺应民心，所做之事也是该做之事。魔族的诅咒禁术并非本地下在商儿身上的，魔眼也不是本地创造。元阳和罗侯两大弟子的死与本地没有关系，本地不是这种人。没人会信你的话。现在的你和上古时期的魔族有什么区别？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不顾民心，终有一天你会受到惩罚。天煞老祖，这一定是你们布下的局。你真是越活越回去，把想做过的事情栽赃到我们身上。你这样的先帝，真是我们妖界的耻辱。你什么你？老身不想与你多说。今天我们少主就要入主赤日宫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这几个老不死的，总有一天要死。到时候本地倒要看看谁还能保住他。本地现在就与赫连家族打声招呼，只要是与妖界4大隐士家族有关的人，一颗蟠桃都不能卖。还没有找到七妖吗？七妖和天煞老祖那老不死的肯定是一伙的。本地怀疑七妖早就已经是那边的人了，派人去给本地找，把他带回来见本地。等等，你拿着这2块深渊玉简去魔界，送给北玄先帝，给本地换一株神药回来。本地受了伤，需要闭关疗伤。深渊塔传马上就要到开启的时日了。北玄先帝的2个双生孙儿，听说已经突破至仙王境界，他会换的。要下去看看吧。不了，等我成为真正的无双公主，再来祭拜她吧。这些都是秦广王当年杀死的入侵者，他们想占领冥界，想抽取地府仅存的龙脉精气和气运。秦广王凭着重伤将他们杀死。皇叔，你干嘛啊？吃醋啦？我连秦广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你吃哪门子废醋啊？我知道皇叔你为什么要跟我来冥界了。你肯定知道秦广王就要出关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才怪，他才不信龙一龙二会不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他。说起来，冥王当初的如意家婿人选是秦广王吧？我应该叫他大师兄才对吧？爹爹娘亲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跟你娘亲在做夫妻之间才能做的事。小柔儿，你要记住，任何小男孩都不能亲你的嘴。除了哥哥之外的小男孩，牵手也不行。记住了。天煞老祖，这是有人让我转交给您的。妖都还有人送老身礼物。蟠桃？真的是蟠桃？4颗上好蟠桃。老祖，这蟠桃肯定是申哥送的。除了赫连家族有蟠桃树，也只有天宫还有1棵蟠桃圣树了。赫连家族与千星仙帝是一丘之貉，老朽花重金，赫连家族都不愿意卖1棵，还是明天弟子厚道啊。天宫的蟠桃圣树已经枯竭，1万年都不一定能结1次果。不过赫连家族的蟠桃树应该还在开花期，这一批还要等3000年。老身本以为等不到这个时候了，没想到会突然收到蟠桃。这蟠桃还真是莫深送的，他说4颗蟠桃是分别孝敬我们4个老家伙的。不过他也有贿赂之意，让你们不要把他的行踪透露给九幽先帝。我就说吧，还真是申哥送的。申哥人呢？我来妖都没见他一面。莫深已经离开了，等你以后去灵界再去拜访他吧。同是妖族，千星先帝却让赫连家族不卖我们蟠桃，他想用蟠桃控制我们4大家族，听令于他，还不如莫深这个小辈。多亏了他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能多活一些年月，辅佐少主了。是啊，蟠桃是逆天改命的圣果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本来活不了多少年了，
现在能多活一些年，必当遵循妖神教诲，让少主快速成长起来。老祖们，乌冥能有幸得到你们的垂青，是乌冥3生修来的福分，乌冥定不如你们的期盼。几位老祖先去服用蟠桃圣果吧，我期待你们能够增加寿元，变成年轻的模样。阿离，过来。我知道你的玄熙哥哥在哪里，再等一些时日，舅舅带你去找他。阿离要快些长大，否则你的玄熙哥哥不会等你了。爹爹，我们今天就返回灵界了吗？是啊，妖界结界已经打开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不知道会不会遇上那几个纨绔家族的人。都已经快1个月了，应该没事儿。我们在这里乘坐传送阵到乾坤城，再从乾坤城直接传送到妖界的边界，只要进入灵界就不用担心了。站住！说你们呢，牵着男童的夫妻。老子说你们跑什么？原来爷爷找了大半个月的人就是你们3个。跑啊！现在怎么不跑了？老大，你看这娘们长得真水灵，真精致啊！难怪几届的小少爷因为调戏她丢了命。瞧瞧这胸这屁股，生了娃的果然不一样。谁？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，轮不到你这个鬼修插手。他们是我朋友，你说我该不该插手？插手之前，你最好去打听打听我们开膛3兄弟的名头。开膛3兄弟？什么破名字？我没有听过。大哥，少跟他废话，快点杀了他！但是我的名字，想必你们肯定听过。我叫无双，鬼修城108城之主。原来是无双大人，小的们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。既然这对夫妻是您的朋友，小的们这就离开，绝对不来再叨扰无双大人。想离开？怕不是在痴人说梦吧？这么说来，你是不肯放过我们了？你们若是通风报信，我岂不是自找麻烦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懂啊？别听他废话了，我们一起上，不是杀不了他。柯某多谢无双姑娘搭救之恩，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。多谢无双姐姐，我听说过您，您是地府鬼修最敬爱、最喜欢的人。你该喊我无双姨，我的女儿只比你小一点，看见没有？我女儿和你差不多。你们怎么招惹上这些凶神恶煞的妖修了？严某杀了几个妖族的纨绔，没想到他们有些来历，这些人是其家族请来追杀我们的人。刚才听见你说你早就听说过我，你们来冥界很久了吗？我们来了快1个月了，不过我们准备回去了。怎么，你好像不太想回家？我觉得冥界比家好。那就再在冥界住上一段时日吧，妖界的结界不会再重新布上了，你们可以安心在冥界住。老道，他们是我朋友，你让人给他们安排一间上房，好生招待。放心，无双，老道定会好好招待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体会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你们放心在曼陀城住下，无双把你们当成了朋友，才会让你们进城隍府中来。你们要想离开，至少也得等严苛小兄弟的伤势完全恢复再走。我相信无双让你们留下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如果缺什么，只管跟老道我说一声。我们不缺什么。吴道友，我的伤势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养好的。至于寿元，我更不会奢望。我剩下这些年的寿命就像是偷来的，我只想珍惜剩下的这些年，陪伴妻儿。思颖，你很喜欢九头鸟？喜欢，
你想留在冥界吗？想，我喜欢冥界，喜欢鬼修，我不想回严家。爷爷说过，严家是主脉，等我长大就会把严家夺回来的。你现在还小，不要想这些。爹娘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。你要记住，虽然你是主治一脉最后的血脉，但是我们不想把重担背负在你身上。你娘亲说的没错，你爷爷留给你的功法，你也暂时不要学了，什么都比不上你的安全重要。爹还可以保护你们娘儿俩。我们能在冥界待多久？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真的？你就这么开心？真不知道为什么你偏偏喜欢冥界。冥界很好，可是据爹爹所知，其他店主对无双姑娘虎视眈眈，敌意很深。冥界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，但一旦出事，将是波翻浪涌，说不定无双大姑娘她也不能自保。我知道爹爹为什么留下来了，因为爹爹想要报恩，想要帮助无双姨，对吗？你真是生了一颗七窍玲珑心呢。可哥，我和儿子都会支持你的决定。我们的命是无双姑娘救的，就算她不图回报，我们也不能知恩不报啊。等我们帮无双姑娘度过这一难后，我们再回灵界报蟠桃之恩。好。这么小胆子就这么大，真是人中龙凤啊！咦，真的是小哥哥。小哥哥，你要过来玩吗？囡囡。对啊，小哥哥想起来了吗？我是囡囡，不过我还有个名字叫小柔啊。你说你是囡囡，芙蓉谷的囡囡？芙蓉谷好多花花那里吗？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哥哥？你们一家人一起参加了一个鲜果拍卖会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哥哥？你们一家人一起参加了一个鲜果拍卖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思颖哥哥送的鲜果好好吃啊！他还想着去灵界报恩，可是恩人就在眼前，他们却没认出来，差一点就要去赫连家族报恩了。无双姑娘又无偿的救了他们一次，他们却以为他有所图，对他心生戒备。漂亮姨不要哭，是不是小柔啊说错话了？没有，囡囡是姨姨不好，没有早点认出你们来。思颖，你陪囡囡妹妹玩会儿，爹和娘去找你无双姨。思颖哥哥，我以后都叫你囡囡，好不好？那你以后要天天陪我玩，我就让你叫囡囡。思颖哥哥，你快上来，我们去玩。我也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快点儿。你们不必言谢，我们救你们一家人是因为有缘，而且我女儿对你们很有好感，仅此而已。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将伤势养好了再回灵界也不迟啊。我们已经打算留在冥界了。你们想好了吗？据我所知，你们严家在灵界是4大家族之一，你们留下在冥界合适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们本是严家主支一脉，但是现在家主由分家家族担任，家族容不下我们一家3口，我们才四处游历。我们儿子喜欢冥界，所以我们准备留在冥界。现在严家的家主叫什么？严志云。是他，难怪。过一段时间你们回灵界吧，我会派人帮你夺回家主之位。不过不，这不可能的。龙兄弟，你们既然知道我们严家的情况，就应该清楚严志云在严家的权力有多大，在灵界有多少人是他的靠山。严云这有靠山，你也可以找个靠山啊。严志云最大的靠山是赫连家族的家主，我在哪儿找比赫连家族还大的靠山去？灵界就没有哪个家族比赫连家族的势力大？当然不是，赫连家族之上还有一个天宫，天宫是灵界底蕴最深的势力，又有先帝坐镇，比赫连家族强大几倍有余。只不过我连见天宫之人的资格都没有，又怎么可能找天宫做靠山？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天宫少主就在你眼前，你还不赶紧抱住大腿？天宫的龙形黑玉，龙兄弟是天宫之人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如果想夺回家主之位，我可以帮你，也有能力帮你。我严家主脉子嗣不丰，到我这一代也只生下了思颖一个孩子，
他还小，我答应父亲会让严家的主脉子嗣传承下去。若是将他卷入了夺位之争，我害怕他会因此而遭遇不测呀。你想多了，我夫君做事万全，不会轻而易举将你们陷入危险之中。你们若是担心，大可让思颖留在冥界。我还挺喜欢思颖这孩子，他今天的表现就很勇敢，必是可造之才。不过你们想不想夺位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和我夫君不会强制要求你们什么，人各有志嘛。有无双姑娘的话，严某便无后顾之忧。严某必定要夺回家主之位，给思颖最好的修炼资源。将来你回想起今日，你必定会觉得这是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相信无双姑娘和龙兄弟，我这条贱命就是多亏了你们才能够苟活到今日。刚才龙兄弟好像有条件要提，你们尽管提就是，只要不要严某做违背良心、作奸犯科的事情，严某愿意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将来只会让你做几件小事而已。离开冥界之后，你拿着这块玉佩，自然有人来找你。爹娘，妹妹去哪儿了？你妹妹和思颖出去玩了，都快2个时辰，应该差不多要回来了。思颖，严思颖，她一家人来冥界了吗？对啊，他们一家人被妖修家族追杀，逃到了冥界。我们回来那天正好遇上了。皇叔，你看西西皱眉的样子跟你一模一样。我儿子不像我像谁啊？你进步不少，爹来检验你这些天的成绩，用尽你所有手段，只要能夺走这朵花，就算你赢。儿子必定会夺到这朵花，戴在娘亲的头上。臭小子，你娘亲头上的花只能由你爹来戴。皇叔真是的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小柔儿想死你了。你都不想小柔儿是不是？这么久才出来，哼！我当然想你，你是我最宝贝的妹妹。贤熙哥，我是严思颖，我们以前在芙蓉谷见过的。听说我妹妹最近和你玩在一起，我妹妹比较调皮，不懂事，有不好的地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给她向你赔个罪。楠楠很好，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，贤熙哥不用赔罪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思颖就先回去了。思颖哥哥好像不太开心。没有的事，以后哥哥陪你玩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思颖是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同弟弟说话呢？他心思敏感，这些天一直很耐心陪你妹妹玩，把小柔儿当成妹妹看待，你就当妹妹多了一个哥哥不就成了？娘亲，我刚才说的话很伤人吗？当然了，思颖她陪你妹妹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觉得你刚才说话很不近人情吗？那我待会儿去跟她道歉。哇！怎么了，双儿？儿子这样还不是跟你学的？儿子是我的，性格当然和我很像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觉得你警惕心太重了。小柔儿才这么点大，要交很多朋友。再说了，青梅竹马也挺好的。我倒是希望小柔儿将来的夫君是个知根知底的人。我觉得思颖就挺不错的，天赋高，性格坚韧，又很有耐心，对咱们小柔儿很好。快打住，双儿，你自己都说了，小柔儿还小，你却已经给她想好未来夫婿的事了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小柔儿有个青梅竹马挺好的，将来的事儿谁说得准啊？说不定长大之后，小柔儿只把思颖当成哥哥呢。我只是想让女儿的童年丰富一些，你和西西别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别把思颖吓坏了。好好好，我明白双儿的意思，你觉得思颖的人品不错，所以想把她留下来，让她和咱们女儿一块长大，把她当成咱们宝贝女儿未来夫婿的人选，对吧？反正皇叔你和儿子别整天对思颖板着一张脸了，他们长大了如何，要看他们的缘分，我们干预不了的。娘子吩咐，为夫不敢不从。哎，别这样，不正经，光天化日之下的。无双，变成王来了。我们去见他吧，他是我以前最小的师兄，你们还没见过。师兄，小师妹，这位就是？对，他就是凌天弟子容墨山。凌天弟子，久仰大名啊！卞城主，
明天弟子，恭喜你成功归位。作为冥王弟子，我要替冥王感谢你找到了小师妹，让她能够重新回到冥界。双儿是我的妻，找她是我应该做的事。你们历经千辛万苦才重新走到一起，我祝愿你们长长久久，永远不再分离。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们尽管开口，就算是豁出这条性命，我也会帮助你们的。师兄，你不要说这种话。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虽然有些艰难，但是我们可以自己一起面对困难，解决困难，不用师兄豁出命来。双儿说的不错，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能够解决。冥王曾经说过，变成王已是大器晚成，依我看，你该闭关修炼了。冥王还跟你说过这种话？不对，我的关注点错了。皇叔啊，我师兄真是大器晚成吗？冥王一开始不喜欢我，但是后来冥王的确说过这番话。变成王资质看似不高，只是时间不到，我看出你的修为有松动的征兆，这次突破应该会积累以前所有的一切，厚积薄发。那太好了，师兄再突破肯定会很厉害。我的修为的确有松动的征兆，而且我感觉最近修为要比以前更快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蟠桃树没了？而且我都没有听说过冥界有蟠桃树。因为冥界的蟠桃树早在10几万年前就被冥王砍断烧了。什么？传说冥王很喜欢这棵蟠桃树，他为人大方，偏偏这棵蟠桃树结的蟠桃，他一颗都不分给其他人，几万年来都没有分人一颗。这也太奇怪了，既然这么宝贝，为什么会砍掉烧掉蟠桃树呢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那后来万物不生的原因是冥王的万物元气灵狐不见了，所以冥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对吗？对，冥王陨落之后，冥界就寸草不生了。不过万物元气灵狐没有不见，他在北玄仙帝的手里。魔界的北玄仙帝？冥王陨落时，轮回镜被打碎，不知消失在何地。不过却有很多宝物被3大仙帝瓜分，其中北玄仙帝占大头，因为有血牙老祖在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动作快点儿，过时不候啊！喂，臭小子，听说你马上就要满1年了，明天就可以离开矿区了。离开之前，把你攒下的魔晶给爷爷们。没有攒下魔晶，你当我们是瞎子不成？谁不知道你是个怪胎？给你发放的魔晶不吃，整天晚上吸收矿区西部的魔气补充魔力，真是个蠢货！快把魔晶交出来！否则等你走的那天，出去的就是你的尸骨。你们大可试试。行，挑衅老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不扒了你的皮，老子跟你姓。你今天就能离开矿区了，许下矿牌，会有魔修将你带出去。这些日子多谢大人的照看，千叶感激不尽，小小心思不成敬。你年纪虽小，却懂人情世故，在外肯定不会吃亏的。你走吧。派人盯着，别让那几个偷偷跑了。臭小子，吓得腿软走不动道了。我看他是被老大你的王霸之气给吓住了，动弹不得呀。我只感受到了王霸之气，哪里来的王霸之气？该死的臭小子，你才是王霸！你们两个上去，把这个臭小子的舌头给老子拔下来！既然你们组团前来送死，就一起上吧，省得我一个一个杀。真是茅坑里打灯笼找死！你们怎么自己回来了？还有3个魔修呢？死了？什么？3个都死了？谁杀的？千叶把他们全杀了。头子，怎么办？要不要禀告上面？不用。皇叔，明日就是深渊大trận开启的时间了吧？啊，我有点紧张，我还没有在深渊大trận开启的时候进去过呢。到时候见了那些进来的人，我该说什么呀？
随便说点什么都行。才睡醒呢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干……到时候双儿什么都不必说，你只要往那里一坐，就是所有目光的焦点。你是深渊塔船之主，所有人进入你的地盘就得听你的规矩，你想给谁机缘就给谁机缘，你看不惯谁也可以学我老丈人一样捉弄他，不给他椅子坐，不让他交易成功。明天开启深渊塔船之时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把第4层给关闭了，不让人进去。双儿说的对，和皇叔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事仿佛都不是事了。即使在一起的时间有限，他也不觉得难过，因为他们的心永远在一起，也因为皇叔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，他可以和他一起为了未来而努力。这一刻，他们的心很安定。申哥哥、杰哥哥，祖父可真疼你们。深渊玉简总共才2块，就把2块全部给了你们。2个弟弟资质上佳，祖父喜欢也是正常。不过兄长还是要恭喜你们一声，祝愿你们在深渊搭船中获得大机缘。多谢兄长，只不过我不稀罕什么深渊玉简，以我的气运和资质，将来会获得数不尽的机缘。不过是个深渊塔船而已，我才没有把它放在眼底。要不是祖父硬要把这破玉简塞给我，我早就丢了。我们已经成功晋升仙王境界，是魔界修为最高的青年一代。祖父送我们深渊玉简，也是有锦上添花之意。我们就算不喜欢，等深渊塔船开启之日，肯定是要进去的。如果不是祖父送的玉简，我肯定将玉简送给兄长，说不定兄长能因此晋升至仙王境界的。阿胜啊，祖父疼爱你和阿杰，才把最好的给你们，你们不要辜负祖父的期望，一定要在深渊搭船之中获得大机缘。兄长也盼着你们能够有大的机遇，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咱们魔界下一个弟子。多谢兄长，等我们成为了弟子，一定不会忘了提携兄长。走了，祖父不是让我陪他用膳吗？申哥哥、杰哥哥，佳儿也和你们一起去吧。佳儿知道你们最喜欢吃什么，到时候给你们布菜。好啊，佳儿一起吧。